来，我看一下啊。那斌哥再坐进来一点点，这个好啊。那今天我们就这个开开心心的开了。那斌哥今天一切都还好吧？我看一下我的那个图要调在3，好，没问题。来，这个斌哥怎么样？这个我看你这个礼拜开了那个斌哥出任务啊，到底为什么做了一个那么奇妙的饺子？没有，我跟你讲，那个是我老婆在网络上看的，然后结果呢，我想很简单嘛，看起来没有什么技术啊，对啊，结果就照着这样做，其实吃起来是蛮好吃的，只是我捏的，因为热热烫烫的啊，然后又焦焦香香的，一定好吃。然后又有那个辣鸡面啊，本身就不难吃啊。对啊，到现在我除了青少年之外，很少看到有人买那个辣鸡面做在自己做的菜里面。对啊，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吃那个辣鸡面。哦，真的哦？对，因为我觉得他们辣蛮好吃的。那我之前挑战过4倍辣。4倍辣？对，但是奇怪，那一包4倍辣，我吃了反而觉得没有2倍辣的辣。是不是它坏掉？我不晓得，还是你之前那个威士忌喝太多？不晓得，很奇怪。然后我久没吃了，我昨天一吃又觉得有点辣。所以就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是最近威士忌喝太少，所以味蕾这个火起来了。因为我在查你的那个脸书资料，查你最近在谈什么的时候，忽然发现，怎么有个做菜的，让我感到相当意外。我们已经停了1-2个月没做了。对啊，就都很久时间没看到了。对啊，因为这一阵子刚好就是我太太身体不舒服，然后又刚好遇到一些有事，所以就一直有各种忙。对。那个这个网友中午送了1包。冷冻水饺，等一下给斌哥带回去。冷冻水饺的好处是平常可以藏在冰库里面，随时肚子饿就拿出来吃。是啊，而且如果还想要口感，就再拿去气炸锅炸。对啊，这是相当开心的一件事。好，但是本台呢，只要斌哥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向沈伯洋致敬，因为过去这一段时间呢，斌哥不在，但这个伯洋宝宝也不在。伯洋宝宝人到美国去了，这个斌哥有没有看到伯洋宝宝今天回来又开始讲一些这个不是他讲啦，是吴思瑶等等又开始讲，你等等这个事情一定很奇怪，斌哥你觉得他到底为什么身为一个台北市长，在竞选的最中间正热的时候，要他妈火急火燎的带一伙人跑去美国到处旅行？对，这个过去很少有这种例子，因为你是选市长，而不是选总统，你去美国干嘛？仔细想一想，其实没有，我有点努力的找了，没有人。你说之前也就算了，就是如果你在选市长之前，然后你这个到去有个什么叫这个以前叫请益之旅，或者是这个 homestay。那 homestay 也证明了，各位随便到各种地方去吃人家吃东西，对你的这个不太好，有可能提前得到失智症。那真没有啊？那到底为什么？谁帮他想出来的奇技妙招？我觉得啦，第一个就是他们之前乱打一通，每天就抓的，反正就是不管什么乱七八糟话题就硬去扯蒋万安，可是扯了半天，扯了没什么用。然后民调看起来也没有提升，然后整个知名度也没有因为这样子更高，所以呢，大概想一想，搞不出什么新花样，那就假装说是去国外请益，实际上就是先休息一下，先躲一下，对，就是在那个热潮上先躲一下，就很多男明星外遇或者是小三生小孩之后，忽然之间人就不见了，而且你看他躲的也蛮好的啊，因为他躲出去这段时间，他就不用回答这个油的问题，对。这样子他就闪开啦，然后回来就继续假装这件事不存在，然后继续攻蒋万安。也没人问他关于油的问题，没什么好问的，他又不是专家。不，而且他也讲不出什么鬼。是啊，而且民进党专家呢，到底讲什么？明天我不是明天来看，我不要搞混了，我们等一下会讲。但是斌哥有没有看到今天跟昨天有一则新闻，是我们伟大的竞选主委这个思瑶姐姐说了一段话，我先跟各位分享，这是换我个人看觉得很好笑，就是这个伯洋宝宝呢，这一次在美国游历的时候，搞不好得了尿布疹。为什么？因为根据我们的思瑶姐姐的转法呢，有网友说726大罢免大成功的始作俑者沈黑熊啊，就人到外面去了，可能在美国庆祝。是啊。那没关系，他没有在台湾就没得庆祝。你没看到曹新成也低调混过去。好，但是不管。我们的那个思瑶姐姐有说，嗨呀，我告诉你，这人是台湾至宝啊，我们大家都应该要保护他呀。我想说，干他是
那不然放到故宫博物院去好不好？好，但没关系，他还讲了，他说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呢，博洋全程穿着防弹衣，然后中间一觉得热。或者是这个想说太不舒服了，上车跟他们抱怨说可不可以脱掉啊？好重又好热，全车纷纷阻止说不行，你是台湾至宝，我们不能够让你不穿防弹衣。不是，就我也觉得干你没议题耶，你可以硬给我弄出一个这个议题来。先问那个韩明哥怎么样？这新闻你看你觉得如何？台湾至宝其实沈伯洋防弹衣是标配，大家记不记得那时候立法院大家在抗争的时候，他也穿防弹衣，他也穿防弹衣。对啊，你不知道吗？那他哪来那么多防弹衣？防弹衣很贵的呢。是，那我就觉得很奇怪，在立法院抗争，你穿防弹衣有什么用？谁看过立法院有立法院拿枪出来打？倒是没有，倒是没有。但曹兴诚也穿过防弹衣。是啊，曹兴诚那时候也很喜欢穿防弹衣啊。所以防弹衣可能是黑熊学院标配。这个不是你讲到这个，我又想到八炯，因为我今天早上在刷那个 Threads 的时候，八炯的手脚已经涨价到600万新台币啊！哇，又涨价，又涨价，然后就有人讲说，我跟你讲，我到这个福建去了一趟啊，那边人说给我250万，叫我处理你的手脚啊。然后八炯说，你看大家要千万小心，中共一定会对付我们这种人。但斌哥，我问你哦。那人家买他的手脚，为什么不买他的头呢？因为没有头啊！哎呦，他脑袋是长在手脚里面，就对。哇，谢谢你，我们的这叫什么寄生兽，是不是？原来最重要的八炯最重要是手脚，是其他的脑袋什么都不重要。那他脑袋看起来就从来没出生过啊，所以我觉得就还好啊。等等，但是我跟你讲，我是一个认真的男人，所以斌哥，我们刚刚讲他这次有去纽约州，对不对？有去看了纽约呀，那个然后什么4州的那个，不知道有没有去 Virginia， 我都不知道了。反正他去纽约州嘛。是，斌哥知不知道纽约州持有跟购买防弹衣是违法的？是吗？我刚就他妈查，我想说，干有一点不对啊，好像防弹衣。好像不是各州都 OK， 大部分都放宽了。但是从2022年开始，你只要持有，一般民众持有或购买防弹衣是有罪责的，仅有部分豁免，就是 EMT 啦，然后特警啦，然后特种部队啦，警察，这个政要的保镖等等等等。但是访美旅客不在其限。那还好，那还好。不在期限的意思说没有例外，没有豁免哦。你不要听他什么样讲。所以各位有空去查一下，好不好？我跟你讲，保证你会发现，在纽约州是特别严格，这在全美最严格。因为我之前就记得纽约州有一个奇妙的状况，对，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法令？没有，多半是因为犯刑的问题，因为。第一个，在美国各州啊，早些年其实买那个 body armor，就是身体的护甲。那Ziggy 蔡已经帮忙查出来，是2022年水牛城枪击案，纽约州的新法是全面禁止普通平民购买或转让防弹衣，只有属于政府公告的特定法定职业，如警察、安保人员、急救队员等，才能合法购买。非授权平民非法购买防弹衣，首犯即属于 A 级轻罪。我跟你讲，持有也犯罪哦。那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群人会开开心心去美国，回来变成这个轻罪的罪犯。那请大家去查一下，我跟你保证，我绝不唬烂。但是没关系，我就讲出来笑一笑，反正他已经逃逸无踪了。所以你看，我这证明我的猜测是正确。我一直觉得吴思瑶一直在弄什么样。而且我这样讲，我们先撇除不懂法，我觉得民进党这些人大概法律也不懂，英文也不好。那妈他穿个防弹衣在车上了，那你都不准他脱，你要干是要热死他是不是？正常我们防弹衣就是在美国也不是没有候选人穿防弹衣，他上车就脱掉，因为就变成铁包肉了啊！是啊，那么他的枪的如果口径大到可以打穿钢板跟防弹衣也防不住。那你穿个披个卫生纸跟他那差不多，到底为什么不让他上了车之后脱防弹衣嘞？对，我真的觉得很怪。他要脱，他已经问了那个黑熊宝宝，就是博洋宝宝已经问说好热不舒服，我可不可以脱？
不准呢、所以吴思瑶从头到尾就在整他嘛，我觉得就故意在整他。本来照理来说，台北市长应该是吴思瑶要出来，是，但是因为他避风头，是啊，他不敢啊，然后就硬推了沈伯洋出来，然后现在我觉得看起来吴思瑶好像是保姆到在带他，可是实际上根本就是害他，从头到尾就在弄他。不，吴思瑶看起来是个恶保姆，想尽办法凌虐沈伯洋。沈伯洋在美国这种天气穿了7天还8天呢，而且即使跑去参加这什么侨胞活动，根据他们的说法也照穿着，一边那个杯红交错，是不是？这个应该没念错，在那边敬酒，他你好，哎呀，好可怕！我刚才穿了防弹衣耶，不是，这到底要干嘛？谁对他有兴趣啊？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而且在美国真正。中共要派人打你，他只要跟右派讲一下，这个人是亲中派，可能就被处理掉了，好不好？所以还想说，看 Amber Wu， 谢谢你的抖内有个 disco 球，看 CC 也有说这是吴思瑶虐儿案，是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沈伯洋应该可以去台北市那个卫生局去控告他，对啊，就控告他凌虐，我都长痱子了，好不好？来，我们今天韩明哥来一定要讲毒油的这个，但是因为博洋。一整个2个礼拜不在哦，所以我们根本没有笑到他，我只好把他最后临走已经临走刚回来的挣扎就跟大家分享，违反纽约州的相关法律哦。吴思瑶，现在要趁那个欧洲还正热的时候，再带沈伯洋去欧洲。你不要啊，干，然后又全程带防弹衣，别。严格来讲，防弹衣有些地方是不能进海关的。是啊，对啊，尤其你那个重防弹衣，因为他们怀疑你有犯罪可能性嘛。觉得他们防弹衣到底是在美国买的，还是从台湾带过去的？这我不知道这防弹衣好像是不能随便出海关的。怎么绿营好像人手一件防弹衣吗？曹新成也一件，沈伯洋也一件，不知道这个。OK， 说要通报动保处凌虐黑熊，对不对？一直在黑熊外面披了一层防弹衣。好，来，我们先讲那个毒油案啊，因为毒油案平常我也不怎么讲，就彬哥来讲，因为先把那个时序弄出来。今天最新的新闻好像是变台糖也对，台糖5月就知道，台糖也是5月就知道，然后5月呢，下游的南桥做例行检验也验出异常，然后他通报上游，结果上游又拖了大半个月，皮球滚到中联自己再验一次，验完一路拖到6月30号才通报卫福部，杯弓交错是不是？杯弓交错，杯弓好，随便来，所以7月1号。停工下架啊！后面大家都知道啦，什么有1.6亿的罚锾呐，徐林聪羁押禁见呐，然后有30批油验出7批不合格，等等。但是要讲一件事情，中联油资是泰山、福寿、福茂3家共同投资设立的。是。那这一次分装加工把油送进市场是泰山、福寿、福茂，那验你的人跟被你验的人是同一家人啊，这个要避嫌吧，是利益回避的问题。好，那我这样讲，你家小孩改自己的考卷，你觉得他会打几分？你一定满分嘛。那要不是底下有一个人，隔壁邻居说妈干你考卷有问题，可能还不会报。但我们先讲，彬哥，你怎么判断这一段时间为什么政府处理效率这么差？感觉就是不爽动也不想动。一点都没有皮绷紧的状况。其实你看得很明显，也就是当事情一旦爆发之后，他们第一时间想的并不是赶快解除人民健康的风险，而是先想办法降低厂商的损失。我觉得他所有的步骤都是在想办法尽量让产品能够少下架就少下架，能够尽量让厂商少一点损失就少一点损失。而且最奇怪的就是，请注意台糖是国营事业哦。然后呢，台糖5月15号就发现中联的油是有问题，那怎么不通报国家嘞？他说他没有通报的义务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应该跟经济部讲吗？我们的食安法规定是这样：如果你已经使用了这个油，就这个油已经进了你的仓库，那你就有通报的义务。但是呢，现在台糖说法是说，我没有把它进仓库哦，我是去中联现场去验它的油，然后结果一验也很合理啊，做得好啊，是啊。然后一验发觉它超标14.7 ppb， 而且盖很多对啊。然后结果呢，比上次还多。上次那个南桥是测8.1哦，它就14.7哦。就它一测出来发觉这批油有问题，那台糖就说那这批油我不要。然后就他这批油不要，第二批他还是要，第二批一验，0.9 ppb，OK，过关。
然后就收了。然后台糖说，因为货没有进到我的厂里头，所以我没有通报的义务，所以他就不报。不，等等，这个我要插个嘴，我的意思说。台糖抓到上游厂商提供的东西有问题，应该公告周知啊。是啊，他为什么为善不欲人知呢？是很奇怪啊，他就选择不报啊，就选择中联你自己搞定，跟我没有关系，反正油不要进来我这边就好。你拿去卖给别人那是别人的事啊，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的意思。我觉得这个。因为我去看食安法，好像真的是这样规定。食品安全卫生法管理法第7条第5项规定，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卫生安全之虞时，应立即停售、主动停售回收并通报主管机关。对，理论上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可是现在他们理解是因为这个不是我的产品，所以我就没有通报的义务。干，所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是路见不平的时候，那个不平一刀要戳到我身上，否则我没有通报义务啊。他戳别人，我可以不要讲，是就当做不关我的事。他戳别人，别人要负责去通报。没想到我们讲了那么久的公德心啊，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原来民进党都重新定义了。好，那也没关系，算你厉害，你执政，对不对？但为什么会搞成挤牙膏这种状况呢？因为很简单，他们一开始就想赶快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盖牌当作没发生。他们本来以为2-3天就结束了，可是没想到越爆越大条，因为大家觉得很奇怪，南桥这么早就知道通报给你，结果你们没有做任何反应，中联一路拖到6月30号才报主管机关，那中间。南桥是5月多就发现，对啊，所以这1-2个月的时间，请问一下你们到底在干嘛？然后没有人去通报主管机关，南桥也被罚啊，因为南桥是通报中联跟福寿，对啊，他不通报主管机关哦，所以这些厂商其实全部都违法，你知道但是怎么对啊，你看路见不平拔腿就跑，是啊，不然就是怎么样？就这样，然后你看哦，那个谁台糖哦，不仅没有通报中央主管机关，连地方主管机关他也没通报，又这么为善不欲人知哦。这就很奇怪啊！然后我们的食安法规定说，你要通报是要通报地方政府，先通报地方政府，先通报地方政府，再通报中央，所以他再告诉你中央没事所以这就是中央的态度啊！你看后来左宗泰他们不是要修法吗？你看他整个修法围绕在哪里？你知道，就是我要成立食安指挥中心，就是以后发生类似状况的时候，我可以成立食安指挥中心，不是因。就我可以成立，但我不一定要成立。然后一旦成立食安指挥中心，大家觉得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我拿一些，你不可以，你地方政府不可以就随便给我乱报，你不可以随便给我下架，你全部要听我的指挥。这一次事情为什么会变康？就是因为台中跟台北不听中央的，直接把产品就先下架，干不听就有罪，就对了。对，那你晚下架就多人吃到啊。是啊，所以。他现在，我跟你讲，他们从这一次学到的教训是，以后我来修食安法，以后你地方政府不能够随便自己下架。那你知道这样会发生什么事？这样以后就没有事情就不会走漏出去。跟我笑到鼻涕都喷出来了。对啊，他们的想法就是以后我要把这一次的漏洞全部补上，就是以后让你地方政府，你除了听我的命令，你没有第二条路走，这样整件事情就不会变康了。因为我要准备好，是我要挑选一个好时机，然后我要整顿好该出来送头的送头，然后该躲起来躲起来，然后我才公布。对，就是这样子。他要把停损点全部画好之后，他才要出来。这一次就是因为地方政府跟他不同调，所以害他节节败退，每天的讲法都不一样。然后现在更扯的就是，他专家会议不是一直不敢公布专家名称吗？是啊，就 ABCDE 啊。结果先被陈金辉爆出来说，于林聪就是专家会议里头他有来参加。然后石崇良还出来喊冤说，没有，于林聪只是来报告他们重新上架的这个顺序跟状况，还有他目前的状况，对他目前的状况。然后后面决定20%那个不是于林聪决定，那到底谁决定20%？然后妙了，黄国昌今天又出来爆料，说你不要闹，后面还有中联的主管还在里头开会。就正常应该这样讲，这个奖惩会议呢，就是学生当事人要到。那他如果带了家长之后呢，然后都说完了，说干我好无辜哦，我很冤枉，我是希望改进，然后学生走，干家长留里面，是啊，那这不是北烂吗？这是什么烂东西？你这样没有，所以搞了半天，他为什么不敢公布专家？因为专家就是中联的人。
哎呦，我这样讲，在我一个不小心没有注意这个新闻状况下，没想到这么刺激。但我们先拉回来讲一个，这个今年有绿营3剑客啊。第一剑客是陈时中，如果油品全面下降，民众可能就没有东西吃。照太阳喝水也有风险。林静怡说，炸鸡排本来就不是鼓励大家吃，说哦，哎，干，现场2位是全台湾发过最多鸡排的男人呢，干没有前5名也有前10名啊，那第1名一定是我啊，我24000份哦。那吴峥说，又不是我逼你吃，斌哥这个不是我的意思，说执政要谦虚。你都赢了，你谦逊一点，不会死吧？是法律有规定，民进党不能够虚怀若谷，一定要开枪，呛到你妈滚回老家去吗？老实讲，这件事情今天会烧得这么大，完全是民进党的骚操作出来，太骚了啊！对啊，我跟你讲，那一次游行为什么会爆发？其实就是吴峥那句话，又不是我逼你吃，就整个炸起来，然后就讲完立刻说要上街游行，然后1个礼拜马上就来个20万人，当然有没有20万人见仁见智，但是那天人其实真的不少。那你看陈时中，我那时候看到陈时中出来，我就知道这家伙是专业洗地，他一定要发挥当年在那边防疫记者会那个，可能姓黄的都没有他会洗地，是，他就马上出来洗。你看一出来就是干话连发，如果油品全面下架，你们会没有东西吃啊？不是你到底要讲什么啦？中联又不是全台湾的沙拉油都是他家卖的，他明明只占了3%几而已啊。那我不买他家，我不能买别家了。而且我觉得他最好笑的就是。陈时中，你是忘记了吗？你出来开会的时候，其实中联的油品已经全面下架。对啊，那他是干嘛？所以他就出来被拿出来洗地洗，发现那个地板人家已经洗过了，他还再多擦一遍，叫打蜡，是吧？所以，那如果照你来说的话，当时我们已经没有东西吃啊，那为什么还有东西吃？你到底在讲什么？因为然后你说照太阳喝水喝太多也会有风险，对啊，没有错啊。那你政府要不要规定大家不准照太阳，不准喝水？不是。规定没有遮住太阳的死罪。是啊，所以你讲这种真的是太瞎了嘛！我一直在讲，如果民进党政府你真的认为，因为他们现在极力的想要洗，就是想要洗说本片皮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也不算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那如果这样，你就直接政府下命令啊，以后我们不验本片皮了，大家各安天命。不用，我们以后就写骈体文就好。是啊，就这样子啊。所以你为什么不敢这样说？你不是要告诉我本片皮没什么大不了的吗？那你说炸鸡排那个危险性比那个沙拉油的还高 ？OK， 炸鸡排我是可以选择的，是我选择要吃的、我明知道要吃，然后这个我认为可以，我口腹之欲抵过了，但跟人家不告诉我在那个油里面提供我超标的油，这是2回事、本来就是2回事啊，就好像酒精也是一起致癌物，大家知不知道？是啊，是啊，但是我还不知道喝，我不知道，我知道啊。那就是我自己的选择啊，不就这样吗？是人应该有免于受害的自由，但也有这个自愿受害的自由。是啊，但我觉得很妙，就是斌哥也是你的资历够老，我要再问菜一点的人不知道。10几年前地沟油到现在，食安体系不是应该进步吗？我每年都听说要进步，从起云记鸡小，从那个地沟油，从屏东老农一路拉到现在。结果没想到，妈花10几亿、几十亿盖系统，根本没屁用啊！是啊，而且请大家注意哦，这一次暴露了一个什么？我们看起来经过10几年前地沟油事件之后，我以为我们的食安法至少比以前要完备。是啊。可是结果不是，结果我们的整个食安法是建立在业者的良心上面，就是他自己愿意告诉你，他自己送检，他自己检。是因为我们整个全部都是高度依赖厂商自我检验，然后政府每半年。就是你厂商把检体送来给我，我再验一遍。可是，请大家注意哦，不是我去你的厂里头抽检，是你自己送检体来给我检。那他只要送你假的检体就可以了。不是，他只要我真心不知道这个系统到现在是啊，妈千疮百孔所以我们既然全部都建立在业者自动自发告知、自动检验有问题，而且全部都是假设业者是非常有良心的。那你这个食安根本就是乱七八糟啊！所以我讲实在话，你看哦，台糖验出来那一批是14.7 ppb，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其实过去它可能一直都超标。对啊，而且请大家注意哦，他们现在抽检会发现，表示普遍性、平均性有问题。是啊，而且中联是从去年就已经放宽了
相关的标准哦。所以从去年可能就开始，我们就一直超标，大家都不知道，我们就已经吃进去了，就是这样子啊。那怎么办呢？可是你问题是，你看油是可以摆很久的哦，请大家注意到，政府有去查过去的批号的油吗？当然没有啊。是啊，他只有查这一次这一批里面有至少不是，就是他的有7批，其他人都要下半死自主报验啊。是，所以中联会有这种问题，大统一就不会吗？那台糖自己本身就不会吗？所以这个都很难讲啊，对不对？这个算了，我们大家不要再讲下去，晚上睡不着。来，我还是要讲苯醛比呢，英文叫做 benzopyrene， 这个是国际癌症研究中心一级致癌物啦。那目前看起来是有机物高温不完全燃烧的产物，烤肉、油烟、烟熏食品，通通有。干嘛那个一级嘴炮技术是说，那我每年中秋就办一个苯醛比狂欢大会，就是大家嘛就那一天狂吃。好，来。台湾对于食用油定的限量是每公斤2微克。那你若有空，你也可以去看看对岸定的标准比我们高不一样，但没关系。今天嘛又不是讨论对岸时间，不要一切怪中共来。所以陈时中说晒太阳喝水也有风险，化学上我们不能说他错，但问题是科学家应该要有良知，讲出来的话才有意义。但是他这句话完全是诈术。因为风险管理的重点不是在于有没有风险，是谁要负责把那个 risk management 风险控制在限量以下，是政府定了每公斤2微克的标准，厂商超标，主管机关晚了1个月才知道。我直接这样讲，我学吴峥嘛，是我逼你要定成2微克了吗？我不是啊，是啊，那这个叫做管理失灵。那你拿喝水也有风险来洗管理失灵，那不是跟他讲说干隔壁也超速。酒驾撞死人说啊，开车这个也是有危险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夸张，而且有一个科学细节，这个我用 AI 查了，特别写出来，我念给大家听。卫福部自己7月24号公布的独立调查报告里面，中联是把黄豆热损率的验收标准从0.5%以下，自己放宽到5%以下，放宽10倍。那为什么省钱嘛？对啊，因为这样要淘汰的那个不合格的黄豆就减少了，但是它的制程没有相应调整，是因为你拿进来的原料变比较脏，提炼的温度拉高，苯醛比自然会出现嘛。省下来是原料成本，产生的是致癌物。那你自己看着办啊。那而且还没完呢，到现在这个事情没有断根的原因，是因为连进的苦茶油，然后其他的永丰鱼生技啊、高氧3啊，通通都中。是啊，也就是看起来这个产业有系统性风险。是啊，但政府有做什么事情解决吗？没有啊，完全没有做。你看哦，现在他们只查中联，那请问一下，连进的苦茶油那个从哪来的？知道吗？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还自己主动申报，说我查出来，是啊，但就不知道啊。对啊，他那到底从哪来的？不晓得啊。然后现在我跟你讲，他们最近在洗一个东西，说连进这个苦茶油的来源很可能是中国的。又来，好干。那你知道台湾很多中药都是吗？对岸来的，你要搞成这样，那就没搞头了啊。不是 OK 啊？如果是中国大陆来的会致癌，那你政府就要禁止啊，全禁哦，不是吗？好不好？你就禁止啊，对啊。那我真心想不通，这个真的看不懂了。来，谢谢。我们抖音经过20天的封锁之后，终于又打开了，所以谢谢树神猪的抖内这个为什么被封？他不讲，他就说很抱歉你封了。然后我就想说，那可不可以再申请油，再等20天？然后在这个中间呢，我们还不能再违规，否则嘛，我申请要再断，又要重新申请。算了，我不抱怨。人生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那我在这边念一下这个抖内，而且我忽然想起来，妈这一集我也有写这个定场诗。你看，一滴油污千万餐，门神签到莫未干，倒阁升高筹码冷，这回账单谁来担？没有错，等下就要讨论违反物理跟数学定律的倒阁，但是先不急，后面再谈。我们好不容易迎来兵哥，一定要问清楚，因为过去这个礼拜我简直都在混，我都在谈别的东西。来，我们先讲，坏掉龙九说，请支持超好吃王酱面看板，担任阿鲁巴老猪兵干再分享加群热推购买商品，请问老猪祝福打气，谢谢。那个网友送给兵哥的那个冷冻水饺，我已经传到了，那等下兵哥走的时候要记得带走。
走。好，那奥斯卡说：“斌哥、朱大晚安，开心又来到了直播时间。” Weber 蔡7816说：“晚点补课，上个月出了直播，朱大跟斌哥讲到股市有回跌4万点甚至以下的可能。虽然这段只讲了几秒，但是在下听2位的话，布了点空单，有小赚一点，谢谢2位。哇！但我到现在不会买空就是我也不会，我到现在搞不懂要怎么布空单呢？我跟你讲，我不敢做这件事，为什么？我怕我一做赚了钱，我就会聊下去。哦，那个赚的时候都 OK， 你一赔就再见，就跟那个搞那个什么正二杠杆一样，所以请大家。这个好了，微波菜，希望你一切开心啊，好吧，有赚到就好。Mr. 阿卡赛说迟到抱歉，刚到家，先小抖一点目标，整理一下再欣赏节目，支持9哥使用阿萨布鲁道具担任阿尔巴猪大活动，请各位网友别吝啬按赞，手机热推，有余力者烦请点选下方置顶连结，前往阿宅福利社选购精选商品，谢谢。Too much IT 说好不容易又有机会赶上直播，小抖一下，都礼拜天呢，你平常难道8点的时候还没下班吗？这个伊斯呱呱说支持韩冰哥啦，什么韩冷哥。支持猪大，姨说到了，现在要全民在家协修自制猪油。猪油其实很好做我家以前做豆沙手，我都要负责炸猪油。哦，你家有自己做豆沙？豆沙，因为我们每逢端午的时候要自己包那个粽子啊，豆沙粽啊。OK， 然后我都会捏嘞，那个要捏成这个像大便，干这个我。吐不出狗嘴吐不出象牙，就这样圆圆一长条，然后把它封进去。OK， 然后你要先炒猪油，然后把猪皮弄得焦焦的，然后那个油就 OK。对啊。那我们身为穷家庭的小孩呢，那个猪皮都是我吃掉，然后再加点酱油可以拌。有啊，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大家不用沙拉油，都用猪油啊。是，但是不是自己炸那就另外一回事。对啊。对，那个有没有本田皮我就不知道了。我觉得应该是。所以也不要说邪修，干邪修可能也逃不掉。那个 Long Chen 说，中国古代很多朝代也禁止民间持有甲胄，领先纽约1000年。你一讲到中国古代去但没关系，一切去问那个沈博阳，好不好？问我们博阳宝宝呢有没有长出防弹衣疹，跟知不知道违法？来，特殊形式送。谢谢你的抖内 ，Allison 7890，谢谢你的抖内，莱尔校长爱被川普干PM。送出10颗宝石，干你妈！抖那么少，叫我念这么风险高的东西，妈鸡巴，这害死人！好，这个你看 ，Kimo 麦说，只有癌症患者的家属才能出来提告厂商的。我的挚友学生去年跟3周前去年跟3周，对不起，这2个人都没有抽烟喝酒的女性。挚友是乳癌医好后变鼻咽癌转移肝癌，学生一发现就是胰脏癌末加肝病变了，撑了2年半，3周前去天堂了，西平运动去假赛。我跟你讲很麻烦，你提告也没有用，因为没有办法证明有连结。对啊，你怎么证明？没办法，直接的关联根本没有办法证明。就跟那个辉达是啊，辉达不是有一个采购经理吗？被扣押对吧？是啊，我跟你讲，那个一定是压人取供，为什么？因为你要怎么证明他违法？他有犯意是啊。那你说他什么让明知什么什么然后还刻意开放，那他犯意在哪里？他要证明自己有收到钱，是啊，或是有规划好干，我今天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开放，让他走私到中国去，否则根本没办法证明。但是我国的法院就压了。你去问问看，美国如果要羁押或是要剥夺他的人身自由，要有多严格的采证？但我们没有，所以。台湾好歹留下了一个记录，就是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对辉达员工采取法律行动的国家。不错，赞，我们很棒。来，但下一章就要讲刚刚提到的东西了。7月4号的那一场专家会议，含问题有20%以上的产品才要下架，20%以下呢不用。那万安宝宝说验出来18.9%就没事吗？陈其迈在行政院院会上当场问20%标准到底是谁定的？那结果呢？那一场会议里面，中联有代表叫徐林聪，那这个韩明哥自己有讲说他们自己压力很大，因为知道把整个局搞糟了。那为什么中联可以坐进那个地方，而且看起来有持续裂隙？其实大家注意到。他们7月初开的那个专家会议，我们以为他们应该是要研究第一个这个毒到底怎么来的，然后要怎么样赶快把产品下架，不要让这些东西流到消费市场去。可是实际上他们那天开会不是在谈这件事情，
他们那天开会的是怎么样赶快让中联的产品重新上架。干这么好心哦，妈的，就是一直说开学生讲讲会议，大家千方百计要让这个学生留在学校，就是这样子，就这么简单的事，所以才会找了于林聪，才会另外还有中联的主管去，大家在研究的一直都是怎么样迅速让产品恢复上架。哦，好棒哦！对啊，如此爱民如子啊！台糖又是一个为善不欲人知，妈，真是一群好人聚集在一起呀！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政府简直是疯了。这件事情会闹得这么大，其实全部都是民进党的处置害的。如果他第一时间就是所有产品全部下架，你厂封起来，我现在开始查到底你毒从哪里来的，根本没有现在的事情。可是你看哦，他们那时候7月3号是要专家会议之后，请问一下，他们什么时候才开始成立调查小组？7月20号。那而且还没完，7月17号去参加专家会议人被羁押禁见。是，哦哟，所以。我跟你讲，他们就是一步步这样弄。我跟你讲，那个谁，翁达瑞还骂我说我说谎，他怎么又骂你了？对啊，他说还是方恩格跟我讲，不然我根本不知道。我看方恩格是随时监控2个人，一个叫斯坦林夫，一个叫翁达瑞，他是这2个人的雷达，有事问他就对。是，然后翁达瑞说什么？翁达瑞说谢寒冰造谣说谎，明明检调第一时间就去查了，然后科学的那个是犯罪的调查，可是科学的调查才是7月20号，所以谢寒冰故意混淆。哦。我混淆了什么？你科学的调查你自己也承认7月20号才去、对啊，对啊，那科学的调查不是第一时间就要去的吗？你为什么要等20天？你还要消息一出来你就该去吧？是啊，不是这样吗？有2个字叫灭证。对啊，翁达瑞是不是不会写中文？灭证乘10份，10份啊10份，你会不会写灭证？为什么要进行调查，而且要现场扣押这些商品？是怕他灭证啊？因为检调去查没有用，检调不是专家好吗？检调怎么会知道哪里油出问题？不会啊，他根本不会知道啊。所以专家的科学调查其实比检调还要重要。可是他等了20天之后才去，那是干什么？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那就好吧，自己人好不好？来，这个在整个会议记录里面很妙的，有3个人，一个是徐林聪。收押禁见，于林聪于林聪对不起，你看我老是念妈电机系的中文就比较烂。于林聪收押禁见，陈姓厂长，然后这个100万交保，品研科长只有一个品研科长，这个没有被关呐、那其他专家全部匿名，被告全部具名，这个会议资料到底是怎么样？好，来，这个我觉得。我不懂那个 TikTok 的 Kate 说朱大兵哥好，刚还有一个网友说什么兵哥平常这个上节目都很严肃，只有来朱大这边会笑啊。有这个玲玲说兵哥上朱大节目都好开心，也很爆笑，不容易看到兵哥笑。兵哥是在别的节目摆出了一个慈母的脸，没有啊，愤怒是的，他别的节目也常笑吗？干哪有这个样子啦？哎呦！但我是觉得很奇怪，兵哥在煎那个什么起司饺子的时候很严肃，我本来以为你会笑逐颜开，想说做个菜，一开始看进去，我没想全程很严肃。各位，这个东西呢是我们之前研究的，到底能不能做呢？我们就来看看。看我看那个吓到，我想说是解剖的，是看法医要把那个肚子剖开来看里面起司有没有熟，因为我常常做的很烂的，害我老婆很生气。对，因为有人要收拾的。不是，那我的意思说，这样子的一个会记录是要躲什么？就是你专家，我们以前不是不知道，很多标案就是弄那些专家，是啊，然后最后专家一起被判有罪，是啊。那请问不公开贴黑到底怎么样？不是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台湾的专家在全世界就是这么特别？我看人家外国的专家都是直接具名，而且直接告诉你专家的意见认为是怎么样。对啊，你像我们之前讲那个疫苗审查，是啊，对不对？美国的疫苗审查是直播，对，每一个人都是具名，我是什么公司的什么人，我现场立场是什么。台湾就是跟鬼一样，就大家躲在一起，见不得光。对啊，然后你说防疫那个东西也就算了，这是一般的食安的专家会议。这些专家都不敢具名，那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专家？搞不好他根本不是专家。现在看起来里头搞不好都是那个中联的人，要不然就福寿的人，要不然就泰山的人。对啊，搞了半天全部业者，那还搞屁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太扯了吧！我就不懂，他们每次都说为了安全的考量，请问一下
刚刚出大奖啊，美国是全程转播，美国人是枪支开放社会，他们会比我们妈被打死比我们容易？难道美国是跟台湾一吗？八炯说啊，又有人要花600万买我脚了，又有人要花600万买我手了，妈一个4肢都被买走人是无以阳匡，不以武扬匡是吧？所以我就觉得人家美国都敢公布，为什么台湾不能公布？而且我说真的，如果他们真的是专家，都是业界的权威的话，你让他出来跟老百姓讲，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所以我认为其实20%就可以了。对，因为他专家要背书嘛，你找专家来就是要背书。那妈长头长脸，我怎么知道你不是路边找了一个阿嬷来说啊？跟专家，是啊，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的专家都不敢负责，那他到底有没有提供专业意见？还是他提供的专业意见根本没有被你们采信？而且等等，他说是专家就专家，是啊，但为什么不能全民检证呢？对啊，我就觉得，搞不好你请的根本不是专家，搞不好你请的是专门榨猪油的专家。那一天有人问中研院院长这个陈建仁，陈建仁居然说什么多喝水就可以代谢掉，干就错了嘛？是啊，根本不可能，因为它是脂溶性的，不是水溶性的。本田你是跟水火不容，或者说油水不容的，你他妈喝水干喝到你膀胱炸掉。不是你陈建仁这样瞎掰已经很离谱，因为他是中研院院长，他不是一般人哦。然后整个民进党党团还支持他，说因为陈建仁是公卫专家，你应该听专家。各位，陈建仁是不是有一个绰号叫圣骑士？是啊，干有没有打过妈魔兽世界？圣骑士阿萨斯后来是变怎么样？这世界上没有不会堕落的人呐、天主很远，民进党很近啊。是啊，当然他要听民进党的还是听天主的？你每天都看得到民进党你没有每天都会看到天主所以。怎么样？没办法，等等，七八干，大家一定要来这一张。艾瑞尔说，斌哥在这里比较常真正开心的笑，其他节目笑起来也都不是真正的快乐，是苦笑。斌哥，你如果被绑架，赶快眨一下右眼，看，如果底下有人拿枪比着你讲话，赶快眨一下右眼。我应该给你们比个数字，说赶快来救我，不是嘛？就是我们的东西比较北烂呐，那人家不是你想想看，那个譬如说 TVS。好，今天我告诉各位，伊朗死了5个人，哈哈哈哈，好不好笑？神经病啊！这题目能够笑吗？没有办法，好不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民进党真的很敢，像昨天那个8月1号，我早就说那个游行不会有什么人，就是反毒驾、反那个，我都不知道有那个，其实有，因为8月1号谁办的？民间团体反毒驾，然后反废除死刑的人办的。但去的人不多。可是你知道吗？三立他们大作说：“你看吧，就没有人啊，都假的啊！”你们到底在奚落他们什么？所以要支持毒驾。是啊，所以你要支持毒驾吗？对啊，你要支持那个废除死刑吗？所以三立到底在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三立都被那个 PTT 八卦版禁了，因为他瞎掰新闻，然后家属要求不更正，他瞎掰什么来干？这我也不能讲。这真的离谱。就是那个媳妇被公公砍然后三立自己掰了一个说砍到什么什么特别的地方，好恐怖，怎么故事怎么样？就家属说你没有这回事，根本没有，叫他下架。他们把它扩张到说什么他杀100多刀，然后还割掉特殊器官，什么什么，就越讲越扯。然后你知道吗？他们更扯的是还跑去问高大成，然后高大成就跟雷底下高大成最擅长就你问什么的。高大成的绰号，我们后来是人家叫他 ChatGPT， 就是你问他一个东西，他一定要配合你讲出一番道理来。那高大成居然叫人家去查经班，我的妈，真的是看。没有，所以他们家属很生气。是啊，当然很生气啊，因为原来是一个受害者的故事，结果他妈被你加油添醋搞不好还有什么关系，什么的，那所以就被抗议，然后抗议之后呢，他不听不下架，那结果 PTT 八卦版的立场是，因为你是维安媒体，就是你贴的东西没有依据，而且也没有参考价值，我们认为你不该贴到我们这一个公众讨论版去。那各版有版规嘛，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版有版规啊。那所以他们就决定说好，以后不准贴。对。那结果妈青鸟又在脆上面讲说，什么东西可以超越国法呀？明明没违法，为什么不准贴？干，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你可以是一个贱人，但是你不一定违法。是啊。那现在他们立法说我们不准贱人在我们
这个频道版面上发言，那你要怎么讲？你不然叫法院执强制令啊？可是很奇怪啊，八卦版当年是禁过中天中时哦。是这些人怎么一点都没有反应？没有，这些人也不知道在干嘛，可能还在投胎，对不对？所以我真的不知道8月1号有网友说8月1号打成蓝营办都没人，不是啦，这个每一个上街的集会游行自由是言论自由，是啊，集会游行的自由能够执行，你应该要觉得骄傲。什么时候觉得这个议题没人，哈哈哈，真好笑？那好啊，不然现在民党也办一个，我支持赖清德吃毒油。不对，干这样这个会很多人。等等，我要打个逗号，我支持赖清德，逗号，大家开心吃毒油，好吧？就是这样。来，我们继续往下走，不然人又已经在往北监的路上迈进了。好，那个车不能常常坐。来，好，这个毒油烧了1个月，烧出一个政治动作。万安宝宝说，万安宝宝上我们都很熟的这个好朋友的这个媒体上果然就包了。好，那很多立委私下跟他提倒阁，如果国民党有共识，民众党支持，他乐观其成。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在听直播支持倒阁说，哎呀，太好了，终于要出一口气。各位先不要急爽，今天这一章我们用数学不占蓝不占绿跟你分析倒阁这个成本。动作呢？成本多少？期望值多少？谁付钱？谁收钱？算完你再决定要不要支持。先讲程序，不信任案要1/3立委联署提出，全体过半数同意才通过。通过之后呢，行政院长10天内要辞职，同时得呈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请注意，这个得是可以，不是必须。然后总统咨询立法院长之后，得解散立法院，又一个得解散之后60天内举行立委选举。等等，我这边要插个嘴总统咨询立法院院长韩国瑜跟他讲说，好解散立院，但赖清德说我偏不要，他可以不解散了。对啊，这个是没违法的看起来很痛快，对不对？来，我们先请彬哥呢，因为本人已经跳出3界外，搞清楚他在想什么。那彬哥先解释一下蓝营到底在他妈瞎鸡巴想什么东西啊？我跟你讲，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赖清德不会解散国会。你知道？那然后呢？就是大家要所以硬撑吗？这个不是，这只是提爽的，你知道？他们其实只是想要去凸显你这件食安这件事情，食药署长没有下台，卫福部长没有下台，阁揆没有任何动作，然后整个政府没有半个人道歉。所以他认为这个内阁烂透了，应该要倒阁。可是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倒阁实际上是不可能会成功，做不到啊。对啊，因为是不可能会成功。第一个，你站在赖清德的立场，去年赖清德会真的给你解散国会啊，可是今年他不会，因为他证明了他解散国会他还是输。是，而且更重要的就是今年你们自己去想想看，今年有多少民进党的区域立委正在选县市长？他怎么可能解散国会啊？对啊，他解散国会这一人怎么办？对啊，忽然间就失去了问政的基础。是啊，所以这个他们是笃定这一点，所以就故意提的。但是老实说，你没看到蒋万安的动作吗？蒋万安很快就下车了，他立刻就说：“我赞成陈其迈来接任阁揆。”然后你看卢秀燕马上也跟上，尬广跟上，对，这个陈其迈这注重食安干得很好，应该让他来做阁揆。然后后来第3天，柯文哲不是讲说他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要倒赖，不是倒卓，但倒不了赖啊！妈废话，我也会讲。所以蒋万安右转了，所以柯文哲讲的对，所以我们应该要目标是倒赖，就不是倒阁了。但要怎么倒赖呢？妈，你除了发动武装革命之外，应该做不到啊。我们没有以现行的法制，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可以倒赖，除非你要罢免总统，但罢免总统要2/3，你过不了。不是你倒马吉都不一定行了，好吧？还倒赖妈干想太多。所以其实这件事就结束了啊？对啊，就结束了。那就没有，干一堆人那么嗨，妈鸡巴干！有一些直播主，我这样讲，我个人觉得不太合理的地方是，我手上有同花顺哦，我他妈现在在立法院，基本上我就多数，然后说我不要，他妈我要给我一个 BG， 给我一个妈不连的牌，这是在干嘛？这不正常啊！好，但没关系，我再公布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是。黄国昌有出来讲，他说要1/3联署，但是有跟他联络的蓝营立委都反对。蓝营里头一定很多人反对了，
有一些人他不愿意讲，像洪威就说要选就选啊，我没在怕。可是你们有没有去帮王宏威想一想，他这4年选，如果他再来就选第5次。干，你是觉得选举不要钱不要精力？我跟你讲是讲说有一些蓝委不怕，其实我告诉你，大家都不想选，因为很累。第一个选举很累，第二个选举要花很多钱，第三个谁说你选了一定会赢？你搞不好摔跤嘞。这个其实很难说。我跟你讲，去年大罢免是全部都挡下来，可是你确定今年你就一定会赢吗？这难讲得很。我这样讲，我稍稍多分析一个东西啊，因为彬哥来这个在他面前献丑比较开心，就是人民讨厌的是一直选举一直乱，一直乱又一直选举，不是支持蓝营呢。你想想看，叶元之这个天佑无主的这个莫名其妙没有被罢免的，要不是被一个老妪吐口水吐到他嘴里，还要被什么一堆 T 笑的一对 A 在那边弄他，他本来就要落选呢。你看这个所有人都讲要罢免叶元之最有机会，但是叶元之就是天佑无主啊，是啊，各种各样奇奇怪的东西被吐口水就算了。吐脸上可能都没严重，他妈那被吐到嘴里耶！那个我那时候在北京看，干真的假的？叶元之被吐到嘴里？是啊，看，你们那个时候是在节目上看到，是不是？听说他是直播，是啊，他在这做直播的时候被人家吐啊，对啊。那不是他被吐进去之后是怎么样？就吞下去了吗？那还能怎样？干，真的太扯了！干，好，不好意思，我去年的时候没有办法参与，真是略为可惜。叶元之是最可能被罢掉的，结果都没有罢到。但是我老实讲，去年没有罢掉，其实不是因为国民党立委真的做得多好，而是因为大家被搞得很烦很堵然。对，你知道，其实是因为这样一直过度动员啊。我这样讲，你是民进党支持的，除了那些最神经病的，去那个青岛那边吃什么红酒牛肉啊，然后要人家赞助他的高铁票之外，谁他妈有时间每天跟你搞罢免？是啊，所以其实那一阵子搞的社会对立的氛围非常严重，所以变得很多中间选民都非常堵然烦呐。对，那现在如果是由蓝军来发动倒戈，然后赖清德解散国会，那老实讲，人民的风向会带到哪里去很难说，很难说。对啊，而且你的媒体是在赖清德那边，所以赖清德就下令啊，说干是这些人自己要倒的啊。而且我这样讲，大家可能还是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攻守两边的强度是不一样的。是啊，罢免案里面，绿营是攻方，他要不停的攻，然后要催出足够多的人来投罢免，还要占到一定比例，所以攻方比较吃亏，就跟守城战、龙城战一样嘛。是啊，他把你包围，他一直攻，那个城要破才行啊。那城没有破，你看连叶元之这么软柿子，他的城都没破了，那你说这怎么可能？本来就不会。那当年就是谁害的嘞？就是曹兴诚跟柯建铭害的。是啊，所以老柯现在也自食恶果啊，对不对？所以老柯在一路逼运作民意啊，运作媒体啊，叫自由时报啊，这什么 ETtoday 一路爆逼宫赖清德之后，清德呢现在就报复了。我说你不准再当总召，你凭什么以为你是总召？你凭什么以为你要鞠躬尽瘁？我说没有就没有。那其实老柯也蛮能忍的，他居然还当个阳春立委，他也当下去啊！不是他总不能走吧？不然他儿子马上要吸毒被抓去关呢，看是不能走啊。但是其实就很难看了，他再忍3年嘛。他下一届也不会再提他当不分区了，其实很明显就是这样。那他下一届就跟那个王八千交换了，他去台南选。然后王八千来当不分区，你觉得赖清德会提王八千当不分区吗？怎么可能呢？对啊，所以我觉得王八千现在也不太妙。八千我跟你讲，八千真的睡多了，这个睡多了就会遇到鬼啊。虽然我们之前一直讲，哎呀，这次惹到那个谁，等一下我忘了他名字了，那个常如山惹到常如山不得了，就没想到常如山先爆。对啊，那但是你一路爆到后来，我今天下午有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有讲，那个王八千很硬的啊。
王八千除了当廖北亚之外呢，他还坚持不退，就已经徐国勇干过他，赖清德也说过了，他在中常委选举里面他就硬是要提名，是啊，永延会就硬是要提，那没办法。那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接下来8000的路恐怕很难走。然后那天还有个250，叫做我们的伟哲宝宝，居然跟他一起开记者会啊！伟哲宝宝开记者会的时候跟他一起开的，是啊，是啊。第一个，你一个台南市长去跟他开这种什么记者会，莫名其妙。他还特别北上来开这个记者会。但我没有看到人家提王八千呢，但是王八千就坐他旁边，选择性漏掉，对啊。然后你忘了吗，伟哲宝宝，你那个廖北亚。你跟王八千在同一个名册里。哎呦，对耶，对耶，你们两个都是廖北亚，你还跟他站在一起，是怎样同志感情？对，哪个同志呢？对啊，然后双爬仔这个联名记者会，然后说他们刻意去伪造了一个蒋万安的声音，然后说他就污蔑谁，然后他说你看蒋万安你应该不愿意人家伪造你的声音吧，所以那个你们去伪造这个赖清德的声音是太过分了吧？这什么神逻辑啊？人家。用赖清德声音讲的是苯偏皮这个毒物，人家在科普。大家好，我是苯偏皮。对啊，那有谁会听到这句之后，赖清德是苯偏皮？会有人这样想？他神逻辑，靠背嘞。不是，而且我这样讲，我个人怀疑，因为绿营其实不太会真的用 AI。是啊，以我对这两个人了解呢，他们最擅长应该是 BI， 不是 AI， 所以搞不好他们是找一个模仿演员学那个声音。不晓得。所以你知道蒋万安讲话没有什么特征。其实蒋万安讲话跟谁很像？你知道，跟英伟很像。干，你真的假的？真的，这两个人学起来。那一天，这个就是英伟刚好坐我旁边，结果他们就是刚好中天节目就放一段带子，就英伟就问说：“你们看这谁的声音？”我说：“这蒋万安。”他不是，这我。干，这是什么啦？干，这是怎么？大家这个局中局，计中计，结果最后搞的是英伟模仿的啊？是怎样？对啊，英伟声音真的跟蒋万安蛮像啊，所以我就觉得，刚因为有一阵子到兔子岛被流放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因为他有一阵因为背不出什么爱台13大政策还是什么东西，后来被流放到澳洲的兔子岛，他去那边打工还是怎么样，不知道谁把他抓回来的，就是、不晓得。干，但我等等，我想到一件事情，那个可是我这样讲，你觉得黄伟哲是不是有什么想法？不然怎么会在这时候？因为黄伟哲其实他位极人臣，大概就这个高度了，差不多。那为什么他最近又要出来？我觉得他是不是想要争取不分区？他还要回去，因为他不可能入阁、啊。你觉得赖清德会给他入阁吗？我认为很低，几率很低。是，那但是难道就是陈其迈要入阁了吗？但是因为黄伟哲这个动作很可疑啊。是啊，伟哲一定是在争取什么东西啊，不然的话这件事本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英伟指挥交通。这大陆的吧？对，当然啦，你还真英伟指挥交通哦？看我传给大家都说像。猛一看真的蛮像的。对，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各位，这是这一阵子很红什么贾樟柯，我们不可以每次都嘲笑那个被时代撞到的人。然后这个说我传给那个郭正亮跟传给林嘉欣，每个人都说干真很像英伟。好，真很像啊，对不对？对啊。好，不是那黄伟哲如果没有目的也做不了什么，他最近出来干嘛？他一定有目的，他绝不可能没目的。他是不是在争取圣上关爱的眼神？我不知道，因为很像，因为这个是硬来拍赖清德的马屁嘛，就是硬要去说韦纯佑那个是有罪的。可是实际上我跟你保证，韦纯佑那个绝对不会有罪，没罪啊。但是问题是，我可以把你撸在那边，你知道，重点就是拖你。那这个事情，他们就是故意要把它影射到好像一副有罪的样子，目的是什么？目的叫大家不敢再用莱尔校长这个梗。对，因为是总统的确不开心啊。那这个山仔医生说，为什么最近黄伟什么什么的都急着要表现？我们不予置评。这我怎么知道呢？妈靠腰，想要害人就对了。那这个我先讲，因为这个事情我今天讲完我就不会再讲。妈，不然很多鸡巴人讲说，那不然倒阁怎么样呢？哇，我们可以倒阁，我们要翻身了。来，我们先讲数学这个东西，我讲完就不讲，因为这是物理上做不到。来，宪政数学要把立委改选跟11月28日9合1绑在一起投，实际上怎么算？
解散之后60天内要投票，反推回去解散日必须要在落在9月底之后，窗口窄到只有几天呢？因为暑假大家要放假，然后后来一开始就要投，然后这中间任何一段过程拖延或者是咨询 delay 了，都会拖过去。然后立委选举的公告登记选区中有另外一整套选务，合不合并怎么排，裁量权在谁手上？是啊，有阴笼其实你要知道，如果你提倒阁，实际上等于把所有的东西全部交给赖清德跟民进党做决定了。基本上就是这样。以前那个3Q 被罢免的时候呢，有很多花式的变化，就是让你各种不方便，各种没办法用。那你觉得现在民进党政府任命的中选会，他会加班帮在野党省一次动员成本，成全万安宝宝当母鸡吗？合并选举在蓝营的想象里面是一道算式，中选会的桌上是一颗按钮，按钮它可以补按的，好不好？来，第二个部分呢，天真的假设，整套倒阁的剧本建立在一个前提上，赖校长会照你的剧本走，会退让，退你妈的逼！赖清德什么时候退过？什么时候让过？什么时候道过歉？他从来不道歉，你连这个没有办法掌握，就不要讲了嘛。赖清德不是这个性啊，赖清德本来就不会道歉的，道个屁歉！我跟你讲，你要拉下赖清德，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选举选赢他，其他都没辙。上一次是蔡英文动员了那个洪耀福，是动员了那个总统府当时的秘书长，还有陈菊等人，一路把赖清德的脸压在地板上摩擦，然后后来他才低头啊。是啊，所以不用讲了。来，最简单的说，赖清德会不会退让？他选项每个都对他有利啊，换更硬的魁阁。柯文哲讲的，对不对？干嘛呢？你辛辛苦苦帮倒阁，就人家就换了一个自己不方便做了，把大师兄给换掉，换一个大刺客出来。第二个，他可以反手解散立法院啊。那你看蓝白现在立院多数是2024年总统大选投票率灌出来的。你如果要单独只有立委改选，他们哪有那么多投票率啊？你确定绿营不会赢你吗？你要拿满手这个同花顺拿来换一堆逼机吗？所以简单来讲，选项3是什么？什么都不做，让看守状态拖过选举。那他每一个都对他有利啊。其实老实讲，你去看内阁制国家就知道，内阁制国家大部分倒阁是谁提出？通常是执政党。他在选择对他有利的时机，我来倒阁。通常都是这样子啊。那你把那个机会交到执政党手上，他怎么会选对他不利的时间呢？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所以为什么很少在野党会提倒阁？因为你所有的东西是由执政党决定的啊，包括选举的时间，包括选举的这些相关的形式，选在哪一天，全部都由人家决定啊。那你等于是自动把大权全部交给人家，而且不要忘了，国民党有一堆立委身上都有案子哦。那60天之内，你可是没有立法委员身份的，对你没有保护伞哦，人家对你怎么样就对你怎么样。谢谢周一劝的斗内。所以简单来说，不少立委私下提倒阁呢，这充分证明了一件事情：脑袋都有洞，怎么会觉得倒阁是一个选项？而且我这样讲，真正最恶心的做法就是，好啊。那我继续留着卓荣泰，然后我说他叫暂时体制，然后我再提卓荣泰，可以啊，他其实可以这样做，我们宪法没有规定不行。你说要恶心，我就恶心死你，对啊，看你怎么办。那我不知道怎么这个我实在不懂。我跟你讲，我真的不懂的是，去年忍了一整年，大罢免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倒阁的哦。是，但是他们当初也知道对自己不利了，对啊。那好，那结果你去年忍了一整年不倒。然后大罢免完了之后，你100%占优势，证明了32-0的时候，你也不倒，你要拖到在年底就要选举的时候再来倒，这个逻辑上真想不通了。而且我刚刚已经讲了，赖清德为什么这时候不会解散国会？因为他们有一大堆立委都在选县市长，那国民党就没有吗？国民党也是一堆啊，也一堆啊。所以你觉得这些人会想这时候倒阁吗？不会嘛。你其他不用讲，我跟你讲，这国民党真的有很多幼班的人，我不知道哪挖出来的，就是
绿媒都挖得到，而且我相信这个不是瞎鸡巴讲，因为国民党真就那么蠢。他们有人出来讲说，哎，不用担心呐，我们有好几个立委在选县市首长，不然我们就把这个不分区的这些位置呢，就让给民众党，让他愿意跟我们一起支持倒戈，说要让5席给他们。哎，对，我不知道这个数字怎么算的，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彬哥？退1万步，我们不要得罪人，我们不要点名，到底有他妈哪5个不分区是一定选得上县市首长的？我怎么算也就1个还是2个，怎么到5个了？是他妈哪里的南柯一梦、黄梁一梦，会有5个国民党的不分区选得上县市首长？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想的啊，但是干神算小天才是不是？而且就算你这样想，你是民众党，你会愿意吗？不是，我跟你讲，我是民众党，我现在绝对不会支持倒戈。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民众党自从柯文哲被重创之后，他又不可能在地方的区域立委选上，不可能。那他只靠政党票，他再怎么选，我跟你保证，他绝对不会有8席。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而且是当年是票投柯文哲，顺便票投民众党。那现在没有柯文哲了，那你为什么就单投民众党呢？这做不到啊。是啊。我跟你讲，现在民众党去拿政党票可能会非常凄惨哦。我跟你讲，所以这民众党傻了才会跟你同意这件事啊。谁要同意这件事？对啊，所以你看万安很快就转弯了，因为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嘛，所以他就赶快转弯了。那不可能，因为就逻辑上做不到啊。这个我们不要纠结这个东西，真是不然越挖越蠢。这个真心不知道是怎么样子搞出来这些阿萨布鲁的想法的。这个啊。李宏说：“我也觉得蒋跟英的讲话语调跟声音都很像。”哎，我真不知道。你没有注意对不对？我没有注意，我本来也没注意，我根本也没看电视嘛，我怎么会注意到这个东西？来，好了，我们要讲陆委会了，好不好？这个陆委会最近连旅行社都收到通知，国人附录失联。7月29号呢，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到立法院报告，数字讲很吓人。从2024年1月到今年7月，国人附录失联，遭留置盘查，被限制人身自由，通报累计402人，去年比前年暴增4倍，国人附录风险急剧攀升。听起来很恐怖，对不对？402个人在台湾人在对岸出事。来，我们把分母跟分子干，因为我的 AI 有一次算错数字，被我骂了那2小时，所以他说现在一定要分开。那402人里面，真正失联就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有154人，遭留置盘查的32人。那这个32人呢，还是有回来啊？对，他只是被留置盘查了一下，盘查过。好，那被关押的有216人。那这个重点来了，被关押的216人里面，涉诈骗案件的是134人，也就是真正联络得上、确定被老共那万恶的环境给吃掉的呢，是60%案是涉诈骗案件。是啊，然后其他的刑事案件呢，有58人，总共有192人呢，是因为涉刑事诈骗案件被关了。然后被关押的人里面呢，接近90%是刑事犯罪，宗教案件有23人，涉及国安，真正符合政治迫害想象的人呢，1个人，1/402，而且我多半知道这一个人是谁，应该就是复查。对，也不是那个跑去下围棋那家伙，因为民进党也不救他了。那所以也不是，所以就1/402，所以。你之前如果看到附录失联新闻，觉得对岸在乱抓人的各位，陆委会这张失联地图包装纸一撕开，主体是台湾诈骗产业链的海外分布图。来，等等，我要先念抖内，我刚一不小心忘记了。没有，我跟你讲，现在这个东西变成主打，是啊，旅行社在讲，然后那些青鸟每一个人都疯狂讲说，哎，你有公职，你不要去，你他妈可能回不来哦，什么东西。就好，这个我也搞不清楚来，这个 Claudia Hanna 3680说，抖一下，很快就门槛上，加薪方律何时再来？林嘉欣上次呢说他被人家灌酒喝大了，所以他整个
没有意识，然后第二天他说人家给他框了个妹子带回家，摸都没有摸到，我觉得很浪费。那就是所以这个加薪方律何时再来？我跟你讲，我跟方恩格约到一半，他忽然传萧美琴跳舞的影片给我，靠背，害你这样子一问，我才想起来，哎，我忘了跟他敲定时间呢。所以这个他们来你在抖，最近忙，抱歉没来常抖，所以各自有各自的理由，好吧？希望林嘉欣呢赶快赶快可以减少宿醉，来先一炮小小支持一下。我们刚网剧有遇到他，威尼斯说兵哥多笑帅气，禽兽会说你们选择校长当总统啊，所以独游 PM2.5 都是你选择的。好啦，随便啦。柯和风说朱大兵哥晚上好，天气太热，抖杯饮料降暑。After Home 8，昨天翁批签书会办在青岛东的台派书店。TVBS 的想法真的蛮有创意的。你 OK 啊？我也 OK 啦，但是 TVBS 现在跟台派真的距离很远嘛，你各位自己看着办啊，我就不多说了，好吧？来，这个 Too Much IT 说没办法，晚上8点是外商上班时间，干太惨了吧？你在台湾过外商上班时间。Silent Simon 说英伟的源源不绝谐音梗也让莎莎崩溃。我不知道他几岁耶？他很爱讲谐音梗吗？我不晓得对啊，因为年纪也不轻了吧，应该有40岁左右了。我搞不清楚，所以好了，你爱讲谐音梗，表示你大叔了，好吧，就不用讲。99秋说跟上直播啦，欢迎兵哥在分析上看造山者半导体纪录片，看到老曹震惊的讲话，真的不太习惯，到底哪一个才是真老曹？可能只有对岸的妹子知道因为43岁43了，是吧？也不是特别年轻的。青岛在首都青鸟在首都机场拍到陈佩琪。青鸟到底为什么要去北京呢？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去首都机场？干，你是不是卧底呀？有没有搞错？而且陈佩琪又没有被限制住居，也没有被限制不能出国，他去北京怎么了吗？对啊，有又不行，是没有钱，但不是被限制出境是柯文哲被限制出境，而且好像是他儿子招待他去的。儿子招待他去的，对啊。好，这也是，我觉得去散心也没什么不好。就随便啦，我们不这样讲啊。Man Yun Chen 说他超级爱讲谐音梗，根本谐音魔人。是我不知道。人老了就是大叔，好不好？大叔就是这样子。那好，来这个附录失联，就先问问看兵哥，谢龙介7月29号不是有一个质询吗？是啊。那是怎么一回事？那个现在已经在，就是民进党他们是中执委吧？中执委很大就谢淑凡啊。谢淑凡，这很大很大，他就是谢财旺的女儿嘛。然后结果他另外一个女儿叫谢婉琪，据说呢去中国大陆走私动物被人家抓了。他妈是怎么样？是跟那个那个谁李天，干那个谁妈弄动物三立啊？搞三立那个天什么东西？妈，以前那是我学姐。我知道那个就李。他叫什么名字来着？看忘了啊！不管，隐恶扬善。高什么是吧？不是，高现在干不要得罪错人。长官，他现在官很大对，李天，我一下忘记天什么东西对，但就是一直想不起来。好，不敢。但走私动物，走私野生动物在中国大陆重罪不是，但是中国大陆有什么那么重要野生动物要派民进党高层中执委的亲属去总司列管野生动物啊？李天怡啦，对，李天怡对啊，不是穿山甲，有可能啊，我不晓得，但是你叫台湾山上就有穿甲，有，但是很少，台湾很少，那是有什么那么重要的动机要找穿山甲？还是这一次的小熊猫就他弄来了？我不知道，不是这很瞎，然后。很好笑，就是台南已经传的到处大家都知道。结果后来人家去问谢淑凡，他说我跟我姐不熟。对，就他们很久没联络了，所以不晓得。他被关在深圳罗湖，那表示他从罗湖要出关对，他可能要从罗湖出关的时候被人家逮到。那从罗湖出关还要进香港关呢？是啊，他到底带什么样鸡巴野生动物？觉得过2个海关不会被抓？我就不知道，这非常奇怪啊。对啊，然后我不是第一个，陆委会最近一直在炒作说会去中国大陆会失联。刚朱大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第一个，你真正跟国安有关系的只有402/1，就一个。然后大家知不知道我们每年去中国大陆多少人？大概300-400万以上。是。所以呢，第一个，光是在中国大陆会出事就万中无一。然后这里头真正是跟国安的有关，也不过才1个人。
那剩下绝大多数干什么是诈骗？这是陆委会讲资料，但不是我们瞎掰的哦。是啊，然后要不然就是去走私动物，就搞这些东西。你这个被人家抓活该啊！那不然怎样？你在台湾走私动物一样被抓。而且很不专业，走罗湖要进香港关呢。是啊，除非是香港有人跟他接应。我在想，他可能是要走私到香港去。看台湾民进党执政党中执委的亲姐姐，特别去对岸走私动物，经过罗湖要进香港。所以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最完美的解释是什么？你知道，就是其实人家民进党是大爱，因为这个中国大陆有很多动物深陷共产党的水深火热的统治，对，他们是国际动物救援组织啊。展开的行动，等等，那个白小洛说穿山甲是1级保护动物，小熊猫是2级保护动物，你是要挑男的错是不是？有必要吗？而且穿山甲的走私是我知道了，有些人说踌躇是吧？穿山甲是中药材，这个倒是没错，但是值得派这么高阶的走私客去做这个东西嘛？我不知道，所以搞不好也是老共污蔑他。我再帮他想一个，就是实际上他走私的不是野生动物，他走私黑熊是吧？他实际上走私的是人。哎呦，比如说那个民主斗士，他把他带出来就以前有走私过民主斗士的，我认识的就是雷智英呐，雷先生那个时候不是有什么云雀计划，让那个64的人逃？是啊。但我跟你讲，来。这是谢龙介质询，对不对？你知道，根据郭正亮的讲法，你知道谢龙介怎么知道的？谢龙介是因为郭正亮传了 Threads 的那一篇，最早这个消息是在 Threads 上面有人爆料说这个民进党高层啊，那个谁谁谁的姐姐还是妹妹啊，怎么样，现在在对岸被关。先流出来了，可是媒体没有人敢报，政治人物也没有人敢报。然后郭正亮传给谢龙介，他说这个谢龙介就是因为我传给他，爆出来的。那郭正亮是谁传给他的？是他妈我传给他的。你看这不是？所以搞了半天就是你。不是啊，我是想说，这个在野阵营早就该知道，所以我只是传给郭正亮。我说你看有这么一回事，现在台南是怎么样，又要内斗了吗？结果我怎么知道吗？除了郭正亮跟我之外，没有人在看Threads。然后最后在立法院质询是谢龙介的讯息来源是郭正亮，干这件事情我真心搞不清楚啊。对啊，搞不好他是要去把黎智英交换回来。干也没有哦，这个秦明说1斤鳞片可以判刑1年呢，干这么严哦？穿山甲鳞片是可以入药是没错，是没错。对啊，所以我不晓得他到底是走私什么动物，我是挺好奇的。但是我问不到，这了不起但是我觉得陆委会很瞎，就瞎哪，他天天那边恐吓说去中国大陆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那我就问你一件事哈，请问一下，那洪吉章天天在那边是搞什么鬼？洪吉章都被退流了啦，这个他已经被那个，不是，还有另外一个人吗？那个谁，李退之啊，李退之去中国大陆谈生意啊。对啊，不是他还被劲爆爆出来。是啊，那劲爆会爆一个前绿营的高层，那他当过赖清德的竞选发言人。是，然后呢，他现在去中国大陆就可以。然后你知道他老婆是台南市政府的人，而且据说林怡景留下来那个位置，他老婆要去选的。是啊。那所以是林怡景留下那个位置，他老婆要去选的关系，所以大家才要动李退之喽。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才故意把他爆出来。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知道李退之去中国大陆？子祥说谢婉琪是走私穿山甲哦。是啊，那是怎么样？不知道他捡的东西好像是那个维基百科还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秦明说平均1只算8万人民币。穿山甲所有种属都升到1级哦。是啊。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它的鳞片是药材，所以老共不是单纯保护穿山甲，而是因为穿山甲需求高，所以他就一路把这个东西提到1级保护，让你不要再偷干。那不是、这也是很妙那可能我这样觉得啦，这应该是台南那一区在内斗啦。是啊，台南那一区在内斗，很明显啊，不然李退之的消息不会出来，然后这个谢淑凡的这个消息也不会出来，因为谢财旺其实在台南也是也是一方之霸啦，他就是之前88枪其中一个。对，但是没有人动了他。是啊，
好，等等，这个我要讲，斌哥要讲，干我的妈 ，AI 下什么双标剪刀脚，你这什么烂标啦？好，这状况是这样子的，民进党中央才刚警告国人附录风险高，是啊，结果自家干部的亲人跑去对外做非法生意啊，而且还有可能是走私穿山甲啦，干哦，有这么多哦，谢谢出购物的斗内汇集，人帅真好说有赌徒要穿山甲领哦，别问我为什么，干嘛穿山甲这么会保佑你赢钱、我不知道啊，所以是走私鳞片哦。然后秦明说3只就要判5到10年呢。哇，那恭喜他！靠，要妈判的比那个复查还要重哎！你他妈这样子，这样有没有民主价值啊？走私穿山甲鳞片，好来，这个实际上的状况是呢，他去对岸走私非法生意，结果家属第一时间不找官方，反而透过台商体系想跟国台办搭线捞人，这怎么一回事？所以很正常啊，他们也很清楚，你不能找陆委会，你找了反而更惨。你如果透过这些我们的官方体系，就更惨。陆委会现在一点能力都没有，你没看？我跟你讲，我平常在陆委会门口最常看到一个人，是有一个外佣在那边上网，就是他会跑到我骗你，我要死妈！那个海基会也是，然后陆委会现在都是冷衙门，所以没有人要去。是啊，那一天。谢鸿介在质问的时候，邱垂正一问三不知，他说啊，那可不可以麻烦委员把这个资料提供给我们一下？我们或许可以透过两岸共打系统来去找到这个人。两岸共打，对岸有在理你吗？那没有啊，你都没跟人家要共打了，好不好？你要跟人家共打什么？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实际上找陆委会根本完全没效。我讲一句实在话，你透过台商绝对比陆委会有用，甚至呢，你透过陈玉珍可能都比较好。我讲实在话。你叫陈玉珍去帮你问一下，搞不好问得到。有这个可能。是啊，所以我就觉得，现在在大陆基本上我们就是废掉了，官方单位全部都废掉，都要靠你自己帮助。有一些台商其实，在大陆还蛮够力，一定是要靠他们的，是有机会的。但是问题是，现在通了天了，他就出不来。那当然啊，因为现在这个没有办法。如果消息还没有走漏，大陆那边只要你交情好，可能还可以。有机会把它弄回台湾，那你走漏就再见了。是啊，不好意思啊，你现在可以在深圳永居了。是啊，不要讨论移民的问题。那我不知道他假设他真的是走私穿山甲，像刚刚讲的3只就5到10年，他又弄了一排，我所以他是很多只吗？我到现在没有看到细节，我不知道，不会有人只走私1只啦。是啊，但是问题是穿山甲这种东西很难走私你那个东西要怎么过关不被发现？不，或者是你把它弄成一个球，然后变成我现在是凑那个世足赛的热潮，把它包装成足球。不然我不知道因为谢谢 Teresa 这个送出10颗宝石金币。如果这个 Teresa 是去日本玩的 Teresa， 今天我们网剧有收到他的斗内，所以真他妈搞不清楚沈友忠不是去越南考察报告嘛，说要加强。台越中智库交流，对啊，其实我觉得莫名其妙啊。请问一下，你大陆委员会去越南考察吗？你要考察什么东西？你的业务跟越南有什么相关？对，没关系啊。是啊，去越南干嘛？所以越南唯一跟中国大陆相同就是共产党。对，各位，你每次都说共党渗透，台湾有9万的逃逸外劳都是越南人，他们都是共产党以共产党的人数来讲，这个越南人搞不好远胜过中国籍人士啊。所以我就不知道，第一个越南是共产党国家，你跑去干什么？你考察什么？然后他回来的建议是加强台越中智库交流。那请问一下，你们不是说任何跟中国大陆的交流就都是统战吗？那所以你是他很屌他说陆委会不是陆交会，伤害主权的交流我们宁愿不要。那干你死了，好不好？你死了，这一位民进党高层可能回不来了。我就请问沈友忠，你入境的时候，你在越南填的是不是中国台湾？没有别的选择对啊，你填的一定是中国台湾，不然你没有办法入境对不对？那你是不是伤害了台湾的尊严？好。那我这样讲这件事情，我实际思考，它正好笑的地方是，政府不是编了很多预算在做两岸情势掌握嘛？结果一个中执委的亲属5月就被抓进罗湖监狱。地方传闻我还不知道台南地方我不熟我是在 Threads 看到有人特别弄了一个新账号把它贴出来，结果官方系统就是我看到
我传给郭正亮，郭正亮传给谢龙介。好，我先讲啊，那是郭正亮讲的啊，妈干不是我说的、啊，他把他传给那个谢龙介之后，谢龙介质询的时候，那个陆委会主委干说不知道，后来才说我有接获通报。那这到底你的预警系统到底在干嘛？陆委会到现在都不知道案由、身份官方确认，他什么都不晓得啊。那你什么都不知道，到底？所以陆委会可以废掉了。然后我们这些官员没事跑到越南去考察，而且他还恶贵哦，他去4天3夜，他们3个人总共花了14万多，一个人花4万多，这蛮贵的。请问一下，越南你是做什么？你是坐头的那个商务舱去的吗？那你在那边住什么酒店？下机之后可能坐商务，这个就不知道。商 K 是不是？干这个好，这个我看坏掉，等等呢，我先把它讲好了。真正有危险的是陆委会自己的报告写，留置盘查案件里面具现职或是退离职公务员身份的比例高达50%。那所以也就是对岸有特别针对公务员加强稽查，那没关系，他也没有要抓你，但是意思说他也担心你是台谍。可是，朱大刚已经告诉你了，你说被留置盘查的总共才几案，不是才20几个案子吗？对啊，那几百万人去，这里头有公务人员身份的，少说几十万吧，多嘞。那几十万人里头只有20几个接受盘查，你那个占50%，请问一下有什么意义？而且还没完，我跟你讲，现在陆委会已经很尽力，他能多刁难就多刁难。我们今天有一个网友啊，他还送了我一个那个大饼，因为他是医护体系的。那他说他们有一个医生呢，都已经坐上飞机了，被拉下来，因为上级说你没有跟我院内报告，你写了通报内政部、通报主管机关，你没有跟院内报告。直接被拉回去。是啊，所以现在啊，他要去对岸玩，他怎么写？从当天的0:01写到当天的11:59，我整天都在外面，怎么样？我不写说我什么到8点下飞机我就回到国门了，干不行，他怕他一定会刁你，所以现在都这样搞，所以全部人现在要去玩，就这么简单。他们就是故意要阻挠，希望你能够不去就不要去啊，然后也希望对岸能够不要来就不要来。你看这次连人家跟我们交换那个小熊猫，结果上海说他们想派人来开见面会，不准，不行，说这样子会统战。我就不知道，上海派2个人来，我们就被统战掉了吗？台湾有这么脆弱吗？难讲。你如果派张凌赫，可能不得了啊。还有人说迪丽热巴嘞，这个我不知道。那他如果派张凌赫、迪丽热巴来也很爽啊。对啊，干沈有忠说4天的越南行程总花费仅144700多元，然后具体人事实地物的拜访，因为他依立法院要求公开上网是精简版，避开涉密部分。那也就是他去一个共产党国家做的拜会，有很多涉密部分，我他妈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被共谍收买？不是这个东西有什么好秘密？你去拜访共产党，你的机密不是全部都被他知道了吗？对啊，那还有什么好机密的？所以请大家注意到他们的逻辑没有？他要对台湾人保密，可是可以去跟共产党谈，所以这是什么意思？人家这个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人家还同党的全世界的共产党剩下多少？连俄罗斯现在共产党都不执政了，对他们共产党失去政权很久。对啊，所以你妈了不得好，一切的交流都是统战，越共同路人，好不好？来，我这个我真心不知道啦，反正我这样讲，其实他们现在的那个台湾这边的刁难很成功，为什么？矫正署很多人想要去澳门跟香港玩，去不了，因为去澳门就是去开心一下嘛，你可以吃个那个什么米其林什么东西的，但就没有。好，没关系，来这里要讲一个认真严肃的东西了，就是行政院经贸办前副总台判代表严慧欣。今年3月因病过世，他生前传出遭到长官总谈判代表杨珍妮职场霸凌，行政院外部调查
在6月认定霸凌成立，总统府发布免职令。7月29号呢，监察院的弹劾审查会以13-0全票通过弹劾杨珍妮，移送惩戒法院。也就是在监察委员会里面是全票支持。弹劾案文写的内容包括以冒犯性言语公然否定颜慧欣的意见，蓄意弱化她的角色，刻意不给她完成业务必要的人力。一位为国家谈判半生的专业官员，在自己机关里面被压到无法施展，然后病逝。这一段我们是照实叙述，我没有加上任何情绪的内容。那韩冰哥在早上的节目提过这一题，你那个时候在你的脸书上留言是说弹劾有用吗？是啊，为什么没用呢？有什么用？他已经去职了，然后你弹劾他也不会影响大家退休金啊。哦，不影响退休金哦，不影响退休金啊，他已经走了，是吧？他已经离开了，那不是提前退伍、提前退休一样的概念。所以，因为杨珍妮本来年纪就大，他已经70岁了。那杨珍妮年纪很大，所以呢，他其实本来就已经退休了，是被找回来的。是被找回来重新去参加对美谈判。干这么缺人哦？是，所以呢，谈得很烂哦，有史以来谈的最烂的美国合作。所以，请问一下，你弹劾他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啊，其实就是装样子而已。而且最好笑的就是监察院医院现在也没人了。因为最后一次啊。是，所以这个弹劾就停在那边，然后什么都不用动，就这样。现在就送惩戒法院嘛，那惩戒法院会判什么？啊，就判他有问题，好、啊，就结束了，还能怎样？不会怎样啊？就没事了。对，所以就没事啊。而且说真的，杨珍妮其实这个人很有问题，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这么重用他，好像台湾除了他没有人会谈判一样。实际上也就是都不会谈判啊，因为他出来也不会谈判啊。是啊，不是当初吹的跟什么一样，说他多厉害多厉害，本来好像还要叫他回来选吗？什么东西的？是啊，那结果现在就是因为老实讲啦，那是因为颜慧欣的爸爸是严庆章。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才会演变到这样。如果颜慧欣没有这样一个爸爸，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根本连发生都不会发生，就结束了，就是这样子而已啊。我这样讲啊，我跟你讲，我因为前阵无聊，我写了一个小说，里面还有把案子写进去。但好，这不重要。你看我用 AI 现在用到我已经写了快100万字了。那好，不管我要特别讲一件事情哦，因为很简单，弹劾案文里面，因为它要上网公开，是那。很显然，我所有搜寻资料的时候，我都会去看细节。弹劾案文里面有一个问题哦，我跟你讲，你真要办杨珍妮有叛国罪的嫌疑。为什么？因为杨珍妮这是弹劾案文里面白纸黑字写的。杨珍妮在台美对等关税议题赴华属实体磋商期间呢，有意排除一同随团前往的颜慧欣等团队成员进入谈判现场，不愿与谈判团队成员分享谈判核心资料。各位，霸凌怎么样呢？没关系，你有你的刑事责任要负担。但是台美关税谈判竟然连副总谈判代表因为这个霸凌没有办法进现场，谈判团队拿不到核心资料啊！干有没有搞错？重点才不是职场霸凌呢，是谁在里面谈了什么，答应了什么？竟然核心团队没有，就他妈杨珍妮一个人，然后现在他去职了。台湾跟美国的关税谈他妈烂跟狗一样，这到底怎么搞的？所以你看，他们现在能够抓出来说，这个杨珍妮把所有的机密全部掌握在手中，不跟任何其他人分享。那之前跟我讲说郑丽君多难缠，说多会谈判，他在谈什么鬼？什么史上最难缠？他什么都不知道，他跟人家谈什么？这不是搞笑吗？干，我觉得这很扯。就是第一个，你没有公务机关纪律。那个 PP 蔡搞不好自己是行内人，他说他跟上级说美方只限几个人进场。干，你出去谈判有这种妈窝里反哦。有这种窝里反哦！你看白小洛说朱大的镜头又技术性给朱大打码，我们刚刚又模糊了。你只要一晃动就是这样。对，我们因为两个人他追脸孔追不到，所以这个事情真的很严重。但是因为媒体低能，所以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们不但黑箱，而且我们连自己人都骗。是啊，那最后到底是美方阿爸，还是自己人瞎鸡巴讲？
这个我觉得很有得谈。所以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假设美方一开始就买通了杨珍妮，那我们谈出这种结果，你会很意外吗？不是不可能呢、对不对？对啊，他趁机绕跑啊，不然哪有一个神经病谈判的时候还要花时间排挤自己人？正常来说，我跟你讲，通常会怎样？你知道，我尽量让你们这些人去知道这些东西。对，就你负责，对，让你去负责，到时候谈得不好，你家的事，对不对？干，这真的各种不正确、不正当，事出异常必有妖啦。好了，我先念一下斗内阿群说，回兵哥这个党没问题的，不会用啊。但是也不能用到问题这么大的人，好不好？这个 Kimi Wu 说支持一下兵哥，也请大家支持猪辣带货哦。我们今天有那个第一个我们的日本神木红蛋笔蜂蜜呢，只卖了2周，你赶快下单。如果早点下单呢，还有机会，那不然就买不到了。那这个 Kimi Wu 说，今天网剧听到很多八卦，非常开心。吃了水饺、松花鸡腿加猪耳朵，再配个玉米浓汤，只能说赞。坏掉龙龙酒说，超哥斗内上海能统战个毛线？想当年某个区派一对夫妻去统台商，然后男的出轨同事，微信群直接说他和老婆不再爱了。那群里面2个大哥和我说这件事情，干台湾这么厉害，反统战呢？来，超哥又说了，话说台湾到底多少人来大陆？我7月开房已经碰到2个台湾旅行团了，一堆妹子在拍那个手里的霸王茶姬，就是他们的一个饮料，就是哎呀，算了，就是茶饮啊。那不过最近大陆旅游业可能不太好，江浙沪一堆高薪酒店。不到500块，这几天天太热，不高兴做菜的话，可以去饭店住。我准备下周浙江去几天。但我们要讲这个是对岸的网友刘冠超，他说在开房碰到2个台湾旅行团，他是去那个饭店打炮的。他约到炮就往饭店带，然后通常都会在那边说要不要先吃个饭啊，然后再会这个里面大家吃那个5星级buffet，吃之后说要不要上去坐呢？一坐就坐到了那个陷阱里面去了，但是通常就是双方各自开心就好了。这个轩尼炮说越南、泰国在台湾被抓的应该比中国被抓的多，那他们国家应该也要反映台湾危险，也不是，他们有很多人自己走了嘛。谢谢出购物的。斗内我看啊，子祥说台湾人失联最多的前3名是柬埔寨、缅甸、泰国。好，郝威令说一堆青鸟网红 IG 传附录青年团旅游很划算，住得好，吃得好，懂得玩都会接住机会。这个随便啦，他们开心就好。反正这个 Sylvia 呛说到了，支持兵哥莅临。好的，这个是我们老朋友。来，我们先讲文化补助这件事情，我本来没想到今天来得及讲到这个东西哦。那没关系，这个我有看到，也有出现在我的脸书上面。这个当代传奇剧场啊，林秀伟那个行政总监林秀伟，他是吴兴国国家文艺奖的夫人。那这个各位知道的是。他是《赌神2》的求笑痴，对，后来被劈成2半，但他不太喜欢人家跟他开这个玩笑。我有一次当面跟他讲这个，跟他臭脸瞪我。来，那现在是什么？当代传奇受邀参加世界莎士比亚大会50周年庆典，登上意大利 Verona 2000年历史的古罗马剧场演凯撒大帝，那这是国家队等级的文化输出。那结果林秀伟呢，就他夫人发文爆料，行前多次致电文化部交流司，想当面报告，司长以公务繁忙为由拒见。25人的团呢，文化部只愿意补助3张经济舱机票。他说：“难道不唱台语就不是台湾文化吗？”请兵哥说明一下这个状况。对，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就在于很怪在什么地方？大家都觉得说啊，是不是因为他不唱台语啊？可是我觉得不单纯是因为这个因素。为什么？因为林秀伟老师他自己在同一篇文章里头就有讲，他说他过去跟郑丽君当文化部长的时候，李永得当文化部长的时候，死责对都没有问题。那些都是蔡英文执政的时候。哎呦，不妙！你这样讲就伤感情了。那可是这2年来为什么突然变？请注意哦，现在你去网络上看，戏曲组得到补助最高的还是当代传奇640万。那看起来那赖清德对他也不错啊。可是你去看，那是2年，你知道14、15 2年。
所以那个预算是在更早蔡英文末期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对。那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他在蔡英文时期，当代传奇其实跟民进党的关系其实并不差。那这2年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你看哦，这个落差有多大？是没有文化部一个交流司的司长都不想见他。对，我这样讲，那跟有没有预算跟砍不砍不是同一回事，是我求见你不见，对，就懒得理你，然后到最后一直被你缠到受不了，好了，给你3张机票了，就这样子，用这种敷衍的方式就把他带过去。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觉得这个不是不上台语就不是台湾文化，而是赖清德上台之后，李远上来之后，整个已经转变，也就是他们有在选哪一些艺文团体是他们要大力扶持，哪一些他们就懒得理会。不然的话，以过去民进党，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这件事情是台湾很露脸的一件事，莎士比亚50年，然后在罗马举办这样的公演，然后我们台湾人吴兴国演出凯撒大帝。很露脸啊，是很露脸啊。7月19到24，请问一下，大家有听到过这件事吗？没有完全没有人听到。台湾没有任何人宣传这件事，为什么？没啊。这过去来说的话，我跟你讲，那些绿媒一定大书特书，台湾全世界都看见台湾哦，台湾的骄傲什么巴拉巴拉，他们从头到尾都不提，为什么？所以很明显的，上面有人不喜欢当代传奇。我觉得非常那是怎么样？是李进吗？不是李远。李远，对，我觉得第一个李远跟当代传奇是不是关系不好？那第二个是不是赖清德上来之后，他就真的转变了？就是以后我们只有台湾价值，没有台湾价值，我全部都不要。不应该我这样讲，让我多补充一下，各位我们被社会鞭打过的，就了解人家怎么暗示。是啊，就是今天不是求见部长不见。也不是说我要跟你要钱，然后人家不见，是我想要见交流司。交流司就是整个文化部里面负责国际交流的嘛。对。那我要跟交流司司长见个面，司长并不是很大的官嘞。对啊。那部长、次长，好像再下来司长。对。他不是真多大，但是连见都拒见。这个真是不合理的一个状况。你就见个面呐。为什么都不要？那个事出异常必有妖。那好，没关系，我们继续讲当代传奇文化部的回应啊。他说他是国艺会台湾 TOP 团队，近4年每年拿590万到640万年度补助。这是凯撒意大利巡演案的3位外部专家审议，核定补助20万。舆论也没有说这个怎么样，网络上青鸟当然反打当代巨婴剧场啦，随便。那这一题的两边，我们把它并成出来。剧团说，那个林秀伟老师的脾气的确是很猛爆，但是这个跟他猛不猛爆没有关系嘛？就以前合作愉快，现在司长都不见，这个很奇怪啊。剧团说国际级演出只给3张票，文化部说你每年领600万还嫌，每年领600万很多吗？没有很多啊，你要不要去问灭火器每年多少钱啊？9把刀你补助了他多少？1亿5千万。是啊，而且电影还拍很烂，还亏哦。是啊，林长佐内部冲组你补助了多少？这个真心没办法讲，好不好？这个我这样讲，我还是详细的分析，因为彬哥刚刚都讲完整了，我 AI 帮我整理一个逻辑，我念给各位听。一个每年领600万制度性补助的顶级团队，碰到一个真正登上国际舞台的机会专案核20万，司长连面都不见。正常不是司长见个面，是啊，这个抚慰一下或是加冕一下嘛。那所以台湾的文化补助是养，不是要占。平常按月发粮没问题，但是要打国际战的时候，看我开不开心，不给你，那就这样子。所以你平常会觉得文化补助跟自己无关。这个 Long Qing Chen 说，这个大会是全欧洲最重要的研究莎士比亚的机构，都是非常有名的教授他有去现场厉害哦！哇，那没办法，而且你就隔几天你就来留言了。所以我这样讲，20万够不够？可以讨论呐。灭火器领多少，9把刀领多少，可以讨论。但当一个国家的文化部让国家文艺奖得主用脸书开骂才能被看见，这件事本身才是真正的难看。是，而且我觉得真正的关键就在于
他们从头以前这种事情，民进党一定是敲锣打鼓，到处宣传台湾人又露脸了，台湾之光哟。对，这次完全没有提这件事，显然他们不希望当代传递这件事被人知道。为什么？这个其实确实是台湾露脸的时候啊。那为什么他们不希望人家知道？显然他们不希望当代传奇露脸，他们不希望吴兴国露脸。不就是这件事？不是、啊，那有什么干？他们对求孝师有意见是不是？可能当初那个求孝师有骗过儿童基金，可能伤害到儿童基金，他那个时候妈港片都几十亿在开，真的很多对啊，所以赖清德小孩的儿童基金可能被他骗走。我宁愿你呛说，那当年的儿童基金为什么不拿去补助出国？求孝师，你明明拿了10几亿儿童基金，你要把它吐出来？干。真正厉害是求孝师都被砍成2半了，好吗？现在还要再出来，但是后面有好消息啦，就是和硕的董事长童子贤的闻讯邀林秀伟长谈1小时，表示全力支持。是，那怎么样？童子贤出了题，对，所以就再说，好吧，骗过儿童基金干，你这个很老了。而这个林嘉欣说，政府这里做2个叛逆，快抓掉路灯，干林嘉欣去喝你的酒啦，妈啰嗦。林嘉欣，你最近不是已经投敌了吗？他投敌了。对啊，他自己承认了，他投敌了。对，他说因为要领那个老农年金，他说妈太多了，一定要赚，但人家不要你啊，好不好？人家不要你啊，这个就是这样子。来，我先念一下斗内 OWTS 9999说补个斗内给兵哥跟麦力冲回来开台的朱大，那想躺平的 Weldon 太久没留言，今天被我念，他说只能说还是希望台湾未来能越来越好。我告诉你，你别想了，他妈台湾现在只会我们越笑越大声，你说越来越好，太乐观了，好不好？哎呦，这个龙清倩说，我还接待吴兴国老师跟林秀伟老师在佛罗伦斯一游，不要跟吴兴国老师开求孝师的玩笑，他不会笑，好不好？来 ，Too Much ID 说补一下数量。坏掉龙九说，那个刘冠超的斗内，这2个人住酒店呢，单纯就是我不想做饭，带我妈去住。当然打那个什么炮的呢，也不耽误，可以附近换另外一家5星级开钟点房。5星级现在可以开钟点房哦，我不知道好，这个他说他上周在无锡试了一下日航 Nikkei， 应该就是日空，3小时的钟点房才199啊，哇，这么便宜啊！但是不，它便宜归便宜，我没那个体力可以打了，所以这次我已经选好地方了。好，这个如果各位要去对岸玩，可以跟刘冠超联络，哪里打炮，如何打炮，好好打炮，就是这样子。林嘉欣说：“我才不要跟叛逆同台，我现在连林北好友都要切割，我要接受招安。”好，郝威令说。应该是跑去拍对岸《封神榜》电影演文仲，被梨园眼红。纸风车不知道补助多吗？我也不知道，但他真的有演文仲有，因为《封神榜2》最强的演员好像就他，是，但听说烂尾，所以就这个签名力说之前有看到武状元舒淇而终跳舞刺杀皇帝那位就是林秀伟，对，那就是林秀伟，对，所以他舞跳得非常漂亮，他很厉害啊，对啊，很厉害啊。然后 Wendy 说如何联络？去网络上搜寻刘冠超，你看我怎么知道如何联络？妈，他就是专门负责各种花式打炮跟约炮的，好不好？这个来，我们先讲，这最后一个主题了，我们讲完就可以下班了。那因为我一时间想不出有什么别的东西了，因为这个礼拜真的很淡啊，兵哥都开始在谈国际议题了，是不是？Masquerade Lin 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冰心。”坏掉龙九说：“超哥斗内，我一直鼓励嘉兴哥向吴一宁提亲，方可完成投敌大业。”你看着办，我们不介入。来，我们最后又回到了兵哥在礼拜5早上脸书写了3个字。又在骗，骂的是卢比欧，说对台军售审查中。那这一题我们以前讲过，有没有？买方要的只是戏，那个盾不要，因为他也不给你一个戏。军售是 negotiating chip， 是谈判筹码。是，今天这条新闻是上一个的续集，反正大家就瞎鸡巴讲。好，瞎鸡巴讲呢，纸风车不得了啊，啤酒就去查了。111年度呢，核定补助1650万；113年度核定补助2000万；114年度核定补助2100万；115年度核定补助1900万。
好哦，这个没有意见，不批评。然后那个龙清倩说，12月我要特别回台湾看《欲望成果》，就是他们要重演这个哈。来，我赶快拉回来讲那个卢比欧。我们先这样讲。140亿美金的对台军售案，今年1月，美国国会初步审查通过了。传统上，那个两党斗争审查通过是最难的，通过了，送到国务院，就是送到台湾类似行政院，那卡住了。5月，川普去北京开川习会，回来亲口说这笔军售暂时搁置，而且他是跟北京非常好的谈判筹码。那他自己说的，不是我们扣川普帽子。6月3号呢，卢比欧在国会听证会被逼问，改口说不是暂停啊，是审查中啦 ，under review， 跟台湾未必有关啦，是要平衡美国自己的武器库存。7月22号，马尼拉，卢比欧跟王毅关起门谈了90分钟，出来记者问军售，答案还是4个字，在审查中。然后9月24号，习主席要去华盛顿，是啊，所以彬哥说又在骗，到底是怎么样？很简单嘛，大家应该知道卢比欧讲这是什么意思吧？我们在审查中，你那么急干嘛？不好意思没有很急哦。是啊，所以就慢慢来啊。那9月24号，你想想看嘛，他可能9月24号之前审查吗？不可能，因为这样说不可能，习近平就不可能会去了。那9月24号完，你以为就结束吗？不是，11月还 APEC。对，所以 APEC 他们两个还要见面呢。就他们今年至少见3次。是，所以那11月如果都来不及了，那今年会有希望吗？今年大概就没了。哎呦，好棒哦！那而且我请大家注意哦。现在美国出现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因为美伊战争的损耗不够了，对它的弹药严重库存失灵。它现在光是战斧巡弋飞弹，它最快要花48个月才补得回来。就生产补不回来，1年只有几百枚，现在几个月就打到1200枚，而且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波斯湾国家跟乌克兰都已经说干你娘，没办法拦了啦，因为我没有爱国者了啦，妈人家丢过来，我没有东西可以拦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伊朗最近打得非常准，越打越准？为什么？一方面当然是据说是老共有提供给他北董，让他定位；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拦截系统没东西拦了，对，他没有飞弹可以拦。所以就让人家长驱直入，直接打中。对，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问题非常大。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如果自己的武器库存都不足，你觉得他会给台湾吗？就轮不到我们啊！是啊，人家妈那个中东是铁打的盟友还有美军基地在是啊，所以他一定要率先补充美军自己跟他盟友的库存嘛。那我们台湾就搁置啊，就继续摆在后面。在说什么呢？Too Much IT 说喜欢车先下，彬哥朱大的体力应该是可以的。那好，而且McConnell 在听证会的质疑说，美国敦促台湾花了数十亿美金买武器，但是说你一定要出钱哦。那个蓝白3那个预算太糟糕了，妈，台湾会完全完蛋。但结果我们钱都出了，付了，通过了，给了，结果美方把它扣在手里。那这个 McConnell 他直接讲说暂停对台湾军售的观感不好，这是共和党自己人哦。那这是怎么样？所以共和党自己人支持，但川普不要咯。所以你看，共和党的人也很明白的告诉你啊，其实就是暂停对台湾军售，就是这个意思啊。而且我觉得以这个状况来看的话，可能川普任内都不见得会恢复。你其他不用讲，刚刚有网友讲啊，他可以跟你调爱山哦。是啊，你不要以为卖给你就你的哦。没有，不会。我跟你讲，搞不好到时候我们的爱山被拔走。对啊，那个南韩的就被爱山跟拦截都被运走嘞，萨德也被运走了。对啊，那这个各位不要那么想，对美国的军售来讲，它是暂时放你这边，是你钱都出了。你要开火要发射，还要经过他同意。我们上一集有讲过嘛？是啊，那个什么什么120。这个我忘哦，对 AM120哦，我们买了哦，放在他妈夏威夷21年之后，才第一次被允许在台湾试射。是，而且搞笑的是，你知道吗？现在我们的对手，人家随便还不用鹰击17哦，鹰击15，就已经打了200公里以上。那我们的 AM120只有120。那当时我补充一下，当时为什么我们可以在本岛试射，是因为人家的射程已经超过 AM120了，就是这么简单啊。那你美国给我个根本追不上人家的东西干什么？而且一定要被人家追上。霹雳不是鹰击，霹雳讲错了，霹雳15，对，霹雳，不，我们一定要等到人家追上了，我们才能够
拿到这个已经落后的飞弹了。而且更糟糕的就是，现在美国居然给我们增程型的 AIM-120新版的，也才180，还是比人家短，还是比人家短。对啊，那好，这个林嘉欣一直在那边抱怨说，真台独小公主吴音宁，我凭什么上门提亲？我要先接受党的洗礼，再为前半辈子罪孽赎罪，真正回归党的怀抱。你先去割你耳朵的包皮啦。所以你洗礼是准备用海尼根洗的？不知道。我还是要再讲，看林嘉欣最近的野心是要抽那个绿色的电动机车，对，就是一整页海尼根不是有一大页的那个赠品吗？是啊，有那个什么海滩车啦、阳伞什么，林嘉欣我都有了，我要抽中间那个。这是妈没喝多少，真是喝不了。好，他就用海尼根洗澡，好不好？还没抽到哦。林嘉欣最近没有很认真，而且林嘉欣最近耳朵要去割包皮，因为他耳朵穿了一个洞，所以听不太清楚我们讲什么，所以他最近这个经常容易不在乎我们被骂。好，来，龚明鑫还有讲，龚明鑫之前我跟你讲，现在一律你听那个青鸟讲说吴兴国啊、吴老师啊那么厉害，为什么没有赞助人？因为蓝白砍预算。对啊。然后这个林秀伟为什么抗议呢？因为蓝白砍预算。好，然后你去问那个好，我们不要再提那个另外一个人。来，我们先讲龚明鑫曾经讲过，奇怪，这为什么是龚明鑫讲啊？不知道，这跟经济部有什么？对啊，这很奇怪啊。好，他说蓝营要删442亿无人载具统筹计划，龚明鑫喊说前一次砍掉一条手臂，这一次连另外一条手臂也砍掉，企业界要自谋生路等等。龚明鑫是不是中了8种病毒，随时都会想到砍手臂、砍脚的？那好，这是什么状况？我觉得龚明鑫插一脚也很奇怪啊。没有了，因为他们后来无人载具这个东西是有，就是中间连经济部也参与，因为要发展无人机产业嘛，所以经济部也有参与。可是请注意他们说现在蓝营删掉442亿无人机载具计划，可是他们绝口不提什么。蓝营其实是又自己提了一个6年2400亿，那也是要给你发展无人机的，只是蓝营的规定是你每一年都要检讨。就是要看有没有发出去，有没有成果，你到底做的怎么样？每年检讨，滚动式检讨。那绿营就不要，绿营就是要你一开始就要全部先给我过。然后他们的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如果你不一开始先给我过，厂商怎么敢投入呢？厂商怕钱万一花下去，那明年你不给预算怎么办呢？那问题是，如果你做得好，你干嘛担心明年没有预算？我们就是怕你做不好啊。因为现在民党用这种特别预算，就会出现什么状况？这些厂商他就算不会做都没关系。我先拿到钱再说，我先拿完钱之后，到最后给你摆烂了。我们现在好几个案子都被摆烂掉了。自由市场机制不是这样，不是啊，当然不是啊。所以我们照理来说，你每年编预算，而且无人机是一个不断快速进步的一个产业，它迭代很快是，所以你一开始搞不好那个预算根本就不够了。我讲实在话，你应该每年滚动式检讨嘛。该加预算就加预算，该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那厂商如果根本没有这种能力，就把它汰除掉，换其他的。不是因为没办法，不是我们对台湾厂商太严苛，而是你这个东西想要做全世界，你想要迈向全世界市场，不能够经不起考验吧？不是我说真的，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现在一直在吹说无人机是台湾第2个护国神山，你知不知道你的产值连中国大陆1/100都没有？你在那边跟人家讲什么护国神山？1/100太多了，是啊，可能是1/1000，好不好？所以不知道在胡扯什么东西。人家量体比你大那么多，而且我跟你讲，人家不是单纯靠便宜量体，人家性能也是世界一流的。我讲是啊，连美国跟乌克兰跟俄罗斯都不能否认。是啊，我跟你讲，俄乌战场上面现在用的最多都是大陆的无人机，就是这样，他们买他们的无人机再回来改。各种改啊，对啊，就是这样。所以台湾如果我们真的有心想要发展无人机，其实我们应该派人去乌克兰战场。是，但是乌克兰不收，所以重点也不是我们派不派。乌克兰最近在说他要外销无人机，他要外销无人机，其实我们可以跟乌克兰合作。那不是，我们就买乌克兰无人机就好了嘛。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要去买美国那个？美国那个是被乌克兰淘汰的。因为我要特别讲这个，我有研究过，因为他用的名字是我他妈魔戒里面的名字，安都瑞尔啊。是啊，安都瑞尔这家公司，他的东西除了常常摔之外，他到乌克兰人家是不要用，他说太贵，然后反电站能力很差。是，他一下就被俄罗斯干扰掉。台湾把他捧成神，因为他来台北赚钱。是啊。
到最后我们是让美国厂商赚钱，然后我们买到一个烂无人机，那到底干嘛？这对台湾有什么好处？看我真心不懂啊。那我这样讲，真正的无人机产业是战场需求跟订单养出来的，是啊，不是统筹型计划养出来的。真有战力的产业呢，客户就他手臂啊，只有没战力的产业才需要把预算科目当意志。但我最后补一个东西，因为讲到这里我就觉得更荒谬了。之前那个海扫高效炸药，原来不是给一个装潢店嘛？是啊。那结果后来那个装潢店说：“不好意思哦，我现在忽然之间不能买了。”是。然后国防部说之前哦，那个顾立雄说：“你不要在那边乱问这个东西，我们就是要发包给他，我们要对他们有信任。”结果后来买不到了。是啊。那结果他是跟谁买？他是要去跟印度买，就现在人家印度不卖他。全世界还少有在卖的，就中国跟印度啊。对啊，就这2国，美国是不卖的，美国 RDX 是做出来不卖的。而且更好笑的是，其实我们自己会做，我们自己会做 RDX。对，我后来看到一个很鸡巴、很好笑的东西，就是买不到了，对不对？所以他说要罚对方一个资本额2000多万的公司，要罚他8500多万。人家公司直接倒掉给你看就好了。对啊，直接倒了嘛，就没事，因为是有限责任公司啊。然后再来，忽然之间就说那我们中科业做就好。不是，原来你如果会做的话，你为什么要去跟印度买？这就是好笑的地方。我们本来就会做 RDX， 我们本来就会做，是后来他们说我们生产不及，所以生产线不够，所以要外购。这就是故意要让人去赚钱嘛，很明显啊。然后一家装潢公司过来突然跟你说，我代理了美国的 SAE 公司军火公司的20年授权，然后我们国防部就相信。你知道我去查了个半天，美国没有 SAE 军火公司啊，我查不到，因为没这家公司。我查到 SAE 是一家卖音响。那你赶快下单买音响啊，这不是你专业吗？是啊。所以，因为我记得我一听到 SAE 我就很耳熟，我一查果然有一家老牌音响公司叫 SAE， 那可是没有军火公司叫 SAE 啊，他是不是想讲 BAE 讲错了？可是 BAE 是英国公司，是，对啊 ，BAE 是英国公司，不是美国公司，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国防部怎么能够轻易相信呢？然后他去跟印度买，那请问一下哈，你是印度人，有一家装潢公司来跟你讲说他要买军火，你会卖他？不会啊，你有病啊！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恐怖组织来的，还是什么东西来的？你一个装潢公司怎么会没事突然来跟我买军火？你有毛病吗你？就很可疑啊，好不好？然后刚刚 McKinsey 讲说啊，他有看到公家机关的标案啊，买那个大疆无人机过了，是啊，为什么？因为他标 DJI。所以 DJI 就不是大疆了哦，好不好？这个，然后林嘉欣说，昨天跟一个青农讨论一个。跟我抱怨国产的跟不上大疆，才用1个多月维修时间多过在家使用，我直接给他毙了，终身禁言。然后 Ricky 蔡说，国军早在民国63，干你啊，比我还老，1974年就建立了 RDX 自制产线，并且由原厂维护设备，具备生产技术，并非完全不能做啊。我们本来就会做啊，他妈是在干嘛？所以国防部最搞笑的就是这一次共估之后，他马上跟你讲，算了，我们自己做。那你本来就不该发标案给人家，你为什么要让这个装潢公司赚一手嘞？是啊，哎，我真心是想不通，这个到底在干什么？Ray 哦呦，好久不见哦！说兵哥朱大晚上好啊，最近那个店有没有开啊？王佳慧说评论精彩，请2位喝水。这个我真心不懂，好，这个东西很奇怪，因为我记得美国的 RDX 产线后来遇到一些问题，因为没有人。然后导致要突然增加产量的时候，它增加不了，所以其实台湾可以卖给美国啊。是啊，其实我们就美国现在军工生产线就是出问题嘛，所以我们台湾自己赶快建构。第一个，我们自己本来就有需要，因为台湾是个随时会被人家围起来的地方，你可能就没有军火可以进来，所以我们本来就要有自制产能。那你多了自制产能，你就卖给美国，对不对？美国不是现在希望要建立飞鸿供应链吗？对不对？那我们就可以卖给他做出来啊！通常来台湾就是用那个吹风机吹，然后吹出来。这个邱星星说，我在美商专门做监控系统的，3年前开放的无人机部门呢，去年无预警关闭，台湾办公室工程师都被裁员，连美国自家产品都发展不下去，台湾官员只是要拿来烧钱，不是你做得出来也就算了，但是就科学来看，我们做不出来。这个才是一个鸡巴的地方，不是我们嘲笑或者我们看不起
这件事情，今天有24个人抖内，还差6个就过关了。来，这个可以继续抖。叮叮叮说，我始终相信台美友谊坚若磐石，毋庸置疑。Too much IT 说，洗完车先下，兵哥朱大的体力应该可以的。这个，然后坏掉龙酒有这个说嘉兴哥要向吴一宁提亲啊。顺带一提，林嘉欣的耳膜有一边破了，那他说这是因为蓝白这个砍预算的关系，所以我们大家要相信他，好不好？洛克希德马丁卡了吗？不是吧 ？BAE 在美国有大型美国子公司，但它是美国公司，不是它英国公司啊？对，英国公司啊。那你不能说哦。林明敏说，之前买 BAE 的软体有从美国出货。好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好不好？这个不是 Growty 就讲这个，现在青鸟有一派说法说，都是你马文君，因为你揭露了我们跟印度买，所以破局。你是白痴吗？我们刚刚已经讲，全世界就只有2个国家会卖，就中国跟印度。那你现在说要买，人家知道是印度要卖。不是，因为中国就查一查，我没有啊。是啊，我没有要卖你，那不是印度卖是谁卖？这个拜托，你以为国际军火市场是什么机密吗？因为军火是非常小众的东西，哪几家有卖，哪几家有生产能力，全世界都知道。对，因为那个产线平常非战时不是那么有需要的，所以这猪变身才会这样讲。什么因为他泄露，好像我觉得这些人真的以为这是机密的。就不是对他来讲可能会机密。我其他不要讲。那高市早苗不是感谢台湾吗？是啊。后来一开始没有@赖清德，然后后来又出了一篇呢，勉强这个硬是把台湾放进去了。那但是我们被放在巴勒斯坦后面。是啊。那在后面就是组织喽。其实人家摆的是很有条例哦，国家完了地区，然后在各地的组织。总共9个组织放在后面，我们摆在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是国家哦，请注意，巴勒斯坦全世界承认比台湾多很多，所以我们在摆在那个地区那块。然后石板民夫在那边乱洗地，说什么一开始只回应那6个领袖，抱歉，赖清德一开始就是在 X 上发的，那他也是国家领袖、国家领导人啊，不好意思，他不承认啊，对啊，这问题人家就是不承认你嘛，这个其实我也不怪日本人，为什么？因为人家政府正式承认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他会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一点都不奇怪。只是你们在那边玻璃心，在那边洗地，还没完哦。对啊，那个石板民夫说，根据我跟首相府的观念，你他妈这么厉害，你回日本呐？你先来这边台湾开一个印太智库股份有限公司，你干什么？不是，他最搞笑就是我跟你讲，亮哥就是因为这样子滑铁卢，因为他以为他开的是智库。智库一般是 NPO， 是，结果他不是，人家是公司，人家是公关公司。而且最重要的是呢，你排在哪里？我们光照顺序讲你排在巴勒斯坦后面呢，非常明确啊。那人家意思就是你是国家或地区里面最 small potato， 是啊。然后你还要讲说什么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操你妈！我当中华民国国民比你时间还要多你妈一个石板民夫有什么资格命令我？到此为止干，那你要问赖清德听不听啊？到此为止不，石板民夫，你应该回去问问你过去的母国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台湾？对啊，其实石板民夫自己也知道为什么你日本承认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根本不承认中华民国，不是吗？不然你有本事，你跟首相府关系这么好，你叫日本人来承认中华民国是不是？你跟首相府关系这么好，干嘛来台湾？好不好？这个我觉得真是妈很鸡巴。你什么时候奴大欺主嘞？各位，日本人现在排斥台侨，排斥任何的外国人，他可没有把台湾纳作例外一堆高收入，一堆想要移民日本的台侨，现在纷纷收东西，包包款要回来了。结果你还以为他只有排挤中国人？没有啦，什么人他都排挤，任何不是日本国的人都排挤。你石板民夫也不是日本人。其实我老实讲，石板民夫这种人在日本是被歧视的。你知道为什么？日本他们的民族性很奇怪，只要你不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就不算，我全部都歧视。对啊，不要说你在中国出生，在什么什么哪里，他们全部都歧视。
日本就是这样的国家。不，而且还没完，日本连冲绳都歧视。是啊，是啊，他说不是本岛人不能算。事实啊。干，那我这样讲，你就不是纯血日本人，你不要来这边搞一个假买办啊。那希望石坂民夫不要告我啊，因为没有办法，我这个死猪不怕滚水烫，我也不会公开道歉，也不会下架。不是，因为赵日金说的没错，日本归国子女一样被歧视啊。是啊，你是外交官，你在国外读书，他妈回高中也被排挤。日本是只要不是在日本土生土长纯血日本，他所有全部一切都歧视。对，日本是非常讨厌外国人的国家，他就极度排外。是啊，那这个没得讲，我们也不能说谁对谁错。谢谢蔡兆和的斗内，所以我讲直接一点，石坂民夫也是被日本人歧视。第一个，他不是纯血日本人；第二个，他不是出生在日本；第三个，如果真混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回日本？是啊。对啊，弯身回去也是被歧视啊，是啊，好不好？那这个肖凯宏，谢谢你懂。肖凯宏好久没来了。JJ Fish， 谢谢你远在新加坡海斗内啊，各位只差一个啦。这个龟国生不是夸张，你自己去看。干，我有一阵子看了很多龟国生的 A 片，就是我在里面深深体会到他们的无奈与为难，就是海外生。好，谢谢肖凯宏的，好，谢谢斗内。所以30个要干嘛？没有干嘛，就是大家今天觉得韩冰哥说的好话，各位自由打赏，大家开心就好。韩冰哥等一下会把那个饺子带回家，就那个他有一个专有名词啊，就是海外回来的，那就这个样子的，好不好？河畔微光，这个谢谢你的斗内，就不要再追问了，本集不要以A 片为一个结尾，这样听起来很阿萨布鲁。我们最后问韩冰哥啦，好啦，这个如果你觉得这个毒油案一路追，第一个他还能再闹多久？第二个会查到谁为止？其实民进党是一直想要下车啊，你看他所有的作为就是这样。可是问题他很倒霉，因为最近这几天食安问题一直连环爆，苦茶油已经出了2次事，羊奶也出事，羊肉也出事。萝卜也出事，我跟你讲，迦南杨勇说干你也不是我啊，不是我，为什么报我有这个戴耀星？不是我啊，对啊，所以你看，这我觉得就算他流年不利嘛，他今年就一直只要食安的问题一直跳，那他这个问题就不太容易停下来。那问题是现在越补越大洞，你现在连查出来台糖早在5月就知道，然后台糖隐匿不报，他觉得不跟他为善不欲人知，是，所以那接下来更早到底谁知道？请注意哦，因为我们刚刚有讲过，他是从去年5月就已经放宽了，放宽标准，放宽10倍的标准。对，因为他要想要省黄豆嘛，所以照理来说出事应该去年就出事。那请问一下，台糖只有今年检验吗？去年他没检验吗？对，南桥只有今年检验吗？去年没有检验吗？那为什么标准忽然变了呢？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水很深。但是民进党现在是绝对死都不去查去年的产品，他就想要拖啦。对啊，就想要拖啦。这个谢谢 Impalpable 补了一个斗内，还有你的那个蜂蜜，我已经第2度寄到上海去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妈寄去上海，怎么包死包活包就是破。干，我跟你讲，你这次接到再破呢，我就等到我有空，我再存一点钱寄顺丰。妈，我就不信还会再破。然后我顺便在里面夹一个穿山甲的鳞片，到时候我跟你检举，你他妈就准备坐5年牢。叮叮叮说，我们台湾为何要常常做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事？我不知道，不要问我，别问我，这是某些人的嗜好。对，那好，这个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啦，谢谢各位，也谢谢兵哥，好啦，跟大家说拜拜，拜拜。